你干什么？怕我对你做什么？我会怕，向来都是我吸你阳气的。那你躲什么？你是不是被我的鬼气伤了脑子？我就当你之前说的是胡话了。爱慕你是脑子有问题，那对你有欲望，又是什么有问题？他在说什么？他对我有什么？萧晨燕有些被他的反应逗笑。过去他主动撩拨，步步紧逼，仿若一个游戏人间的花丛老手。可一旦自己反手为攻，他立刻就丢盔卸甲，脸皮子薄得厉害。萧晨燕，你过去读的圣贤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食色性也，我是个男人，也非圣贤，更不是君子。我喜欢你，爱慕你，自然也渴望与你肌肤之亲。住口！你住口，不许说了。金武被他说的耳根子发烫，上前就想堵住他的嘴。你出去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分房睡。我好歹也是个王爷，王妃能不能给为夫留点颜面？咱俩又不是真夫妻。旁人不知。萧晨燕，你无赖！判官比小声道。阿吴，接下来咋办？砚台他这回是真的鬼迷心窍了。凉拌，他纯纯疯了。的确疯了。不过你没心没肺的，不会动心的，他也只能单相思。哎呀，说起来砚台还是真可怜呢。再说我杀了你！金武心脏砰砰直跳，脑海里把萧晨燕翻来覆去的骂了个遍。背后传来男人均匀的呼吸声，他确信萧晨燕睡着了。金武恨得牙痒痒，这混账男人弄得我心绪难平，睡不着觉。他倒是倒头就睡是吧？还说喜欢我，喜欢个鬼哦！萧晨燕思忖了许多，他不敬鬼神，却也必须承认黄蜂唤他地基这个称呼足以表明他在地府内的身份了。人间王爷在阴司地基面前又算得了什么？他不屑于将所爱之人拉下神坛，自己自会努力朝那高处奔去，站在与他相当的高度，堂堂正正地追求于他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就没想过女人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就是好奇呗。别的王孙贵胄不说妻妾成群，通房什么的总有一个两个的吧？你就没有桥上的姑娘？本王有王妃还不够？你好这口，活人满足不了你，得找鬼啦。有王妃在，也不用找别的鬼。今夜本王就搬回来睡，如何？你疯了！本王对王妃情比金坚，王妃这是什么反应？这就怕了？活腻了是吧？现在还学会报仇了？以前都是他主动出击，撩拨的他节节败退，落荒而逃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只许你故意挑衅。萧晨燕说不清自己现在对他是什么心思，但横竖那心思不干净。你喜欢过谁吗？金武没想到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，不答反问。你呢？可曾喜欢过谁？萧晨燕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话到唇畔却觉艰难。未曾。那我也未曾。王爷，宫中急召。萧晨燕心里情绪难明，一言不发，快步离开。哎呀，你迟早要露馅儿的。从一开始你的担心就是多余的。我已入局，同为局中人的其他人命数早就开始偏移了。既如此，你干脆直接承认自己就是云清武得了呗，省得你家砚台一天天猜来猜去的。承认是不可能承认的，承认了我岂不是矮他一头？谁要管他叫哥哥？更别说他小时候的黑历史全握在对方手里，他才不要被臭砚台拿捏住。判官比总觉得金武不告诉萧晨燕自己的身份还有别的顾忌，但他不肯说，谁也撬不开他那张嘴。小燕还没见过你七婶吧？我突然昏迷，凌月定也担心坏了。七叔，你的蛊就是七婶下的？怎么可能啊？绝不可能，你七婶只是普通人，她连舞刀弄枪都不会，更不可能会什么蛊术啊。还是先将王妃请来吧。没多时，七王妃便到了。王爷既醒了，想来是知道了。我不信你会害我。我接近你的确不安好心，大用灭我家国，我是来报仇的。7年夫妻，几番生死，难不成都是假的？国仇家恨，血债累累，你会爱上自己的灭族仇人吗？杀了我吧。先将王妃带下去，禁足，任何人不得擅见。王妃身边之人一律丢入水牢审问。等人被带走了之后，金武这时才开口：七婶没想杀七皇叔，下蛊是事实，但没想杀人也是事实。七叔你觉得呢？我不信他会害我，或许他一开始接近我是想杀了我，
但是7年时间，他有的是机会，却没下手。他下的是梦蛊，只会让人陷入梦乡，要不了性命。七神肯定是有同党的，他不想要七叔的命，但他背后的人就未必了。九黎一族擅长与蛇虫鼠蚁打交道，这次南岭蝗灾或许并非天灾，而是人为。九黎一族虽善蛊，但是南岭地域广阔，此番遭灾的郡县足足是有10几城，祸害了南岭大半面积。九黎纵有移民可操纵蛊虫，可如何做到同时发难，影响这般广的呀？不是3人要质疑轻武的说法，实在是这想法太过天马行空了，匪夷所思啊！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把这作妖的抓出来就行了。不过在此之前嘛，七叔还是要让人看牢了七神，他一心求死，也要保住他那些同族，一尸2命就不好了。萧耀起初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你是说灵月她怀孕了？此物名为鬼面黄，莫说是五谷杂粮，这东西连石头铁器都能啃食，但这玩意儿最爱吃的还是人的魂魄。这不是一场蝗灾，而是一场重温，所有人如坠冰窟。只是蝗灾就是人力难以抵抗的，现在情况还复杂到了这种地步。萧耀只觉浑身发麻，此患不除，南岭将化为人间炼狱。是我太久没在下面露面了，那群渣渣鬼以为我修身养性了，还是以为我拎不动刀了？行啊，我倒要看看阴司下面谁的鬼胆那么大，屡次与杨氏勾结作乱。要解决鬼面黄并不难，只需要杀掉虫母。九黎移民的事儿有古怪，我得再见七王妃一面。屋内，轻武仔细端详着古灵月的面容，对方看到他之后没有什么反应，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。就在他碰触古灵月眉心的瞬间，他指尖感觉到了尖锐的刺痛，那银针好像活物，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他身体里钻。与此同时，一直没有什么反应的古灵月嘴里发出一声惨叫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捕魂针，放心，这针伤不了我什么，就是会有点麻烦。他死了，准确说早就死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死人呢？他明明还怀了我的孩子。我的确已经死了，死于九黎被灭族的那一天。他想起来了，从那根针被拔掉开始，他全都想起来了。萧耀脑子一片混乱，他听不明白，九黎被灭族是几10年前的事情，可他的王妃分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。是虫，所有死去的族人都成了虫的傀儡。他是个不该存在于世的行尸走肉，机缘巧合之下活了下来，是一个神秘男人用捕魂针将他的灵魂缝补了起来。虫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我能带你们去。那就走吧。万仞幽冥之中，荆棘铁网所为鬼域，赫然为阴司第10殿。叶游他这次下来就是来找黄蜂的，但刚露面就被抓来了第10殿。还不说是吗？他去人间了。叶游皱眉，看来是了。轮转王这家伙他打过的交道并不多，叶游有点摸不清他到底想干嘛。轻武去人间这件事儿可大可小，虽然即便他被抓回来，也没有鬼敢对他动什么刑，但显然是要被关起来的。金老师，你想清楚了，真要和他作对吗？我只是依律办事，你应该自省，本就是戴罪之身，不小心行事，还把把柄落在别人手里。他御笔一挥，给叶游选了个胎生道，直接让人把叶游送去轮回投胎去了。地基要知道你把叶游丢去轮回了，肯定要来烧了你的轮回王殿。你把叶游丢去轮回，投生之地恰好是南岭，就在地基眼皮子底下，没让他喝孟婆汤，也没过忘川洗魂，记忆法力都在。等若是让他在人间有了个光明正大的身份，你这分明是出手相帮嘛。既要站队，干嘛不明着站？番种山那位陛下想处置叶游已久，碍于地基一直没能得逞，这次是他亲自下的谕令。你表面是收拾了叶游，实则悄悄给他留了一条生路。得罪西方鬼帝，他顶多撤我职；得罪地基，他能让我在这个位置上干到灰飞烟灭。这破班谁爱上谁上，阳间的骡子拉磨都还有个消停的，就我这轮转王殿，没有一个能停下。什么仰视啊，阴间呐，毁灭吧！南岭在古灵月的指路下，轻武以缩地成寸之术带着2人过来。轻武在看到虫母的瞬间，眉头皱紧。
判官比叫出声：黄蜂？怎么会是他？妖冥司4大妖帅，其中之一便是黄蜂，掌控天下虫兽，而他竟是九黎一族复苏的虫母。他情况不对劲儿，黄蜂的眼睛灰蒙蒙的一片，神志明显是不清的。别杀我！黄蜂灰白的眼睛里一点点恢复了清明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你是救命啊，地基！哎呀，天杀的世道啊，归心不古啊，逼良为娼啊！哎呀，这群该死的活人，他们居然逼我生孩子啊！堂堂妖冥司重帅被逼良为娼，还被强迫生子，你忽悠鬼呢？哎呀，真的，我用鬼歌发誓，若有假话，下无间地狱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被逼良为娼的？提起这茬，黄蜂就想落泪。一甲子前，他照常在妖冥司当值，结果喝了一壶手下上供的酒之后，就昏睡了过去。等他彻底清醒的时候，就成了所谓的虫母。对了，被致昏迷后，浑浑噩噩间闻到过一股果香，那果香味道很奇怪，像是上界的忘忧果。忘忧果不就是迷岩那只死鸡的最爱吗？这只白毛鸡还搞起鬼口买卖了。翌日，殿下，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出手啊？出什么手？当然是把咱们阴司里的蛀虫抓出来捏死呀！还有把我卖来人间的那狗奸商，阴司重帅都敢卖，他不要命了。阴司的蛀虫是谁我尚且不知，但那奸商是谁我倒是能给你指个方向。是谁？老娘非要生嚼了他不可。虚空藏院迷岩，去嚼吧。迷岩神君，这位爷可是天地之子啊！虽然是个私生子，但他也不是我能惹的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不作孽呢吗？去找几个奶过孩子的妇人和靠谱的稳婆来。这话的意思分明是古灵月要生了呀。那古灵月腹中之子应该还没足月，距离生产还早才对呀。是没足月，但他肚子里的孩子长得太快，那孩子不在五行之列，活死人生子本就有违秩序，未必能生得下来。古灵月的真实身份在南岭王府内还是个秘密，知情人只有那么几个。王府下人甚至连她怀孕的事儿，许多人也是在今天才知道的。前一刻知道怀孕，下一刻就要临盆。产房内古灵月的惨叫声持续不断。知悉，你神通广大，灵月她和孩子一定可以平安无事的吧？未必。如何才能保住灵月？她不能有事儿啊！比起孩子，七叔更担心七王妃。孩子还能再有，但是灵月不能有事儿。不管她做过什么，我身为她的丈夫，她犯的错造的孽，我与她一起背。我现在只求她可以平安无事啊！七王妃乃是活死人，她的魂魄早该归于地府，之所以还未被拘留下地，是因为她的腹中子。至于那孩子，他的存在不被天道所容，现在不是保大保小的问题。纵然那孩子出生，你若一意孤行要保住那孩子，必遭天谴。那是我的孩子，凭什么天道不容，他就不能降世啊？他清清白白的来到这个世间，他有什么罪？要天谴就天谴我好了。还有灵月，是他是给我下了蛊，他是眼睁睁地看着九黎移民作乱却隐瞒不报，可他并非自愿的，他也是被控制了。这些罪过我都愿意替他承担，我都愿意。天道若公，他要算账的话别来找我好了。他若是真的有眼，就该去将那个幕后真凶劈死，而不是来刁难一个弱女子和一个孩子。逍遥情绪有些激动，对上青武异常冷静，甚至称得上冰冷的眼神之后，他头皮猛地发麻。活死人生子有违天道，此子生来不祥，不被纳入五行，不受轮回所控，无论是天道还是阴司律典，都该将其诛杀，打至魂飞魄散。他明白了，青武守在这儿是在等那孩子出生，他是要杀了那孩子。若是要杀他们母子，便先杀了我。也是在这一刻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侄子娶了怎样一个可怖的女人。古灵月是活死人，但眼前立着的他的这位侄媳绝对不是人。
双生子，是双生子！恭喜王爷，王妃为您生下了2个大胖小子。与之同时，还有一个轻舞极为熟悉的气息从产房内蔓延出来，滚雷大作，闪电一响，吓坏了所有人。为何天地都不能容我的孩子？你今天敢劈下来，明天雷师换人做。眼看闪电就要落在屋檐上，硬生生地转了个弯，劈到了别处。逍遥回过神儿，一时分不清轻舞是敌是友。轻舞，当七叔求你了。要杀里面那2个的是天地秩序，我有说我要弄死他们吗？你没动杀心，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杀心肯定是动了的。那2个讨债鬼，我恨不得把他们塞回娘胎里。果然呢，你才是最危险的一个。咦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到了夜游那丝的气息？另外一道气息好微弱，怎么像是日游神的？诶，我好像知道阿武坏鬼为何脸色难看。武灵月还真是生了2个讨债鬼啊！萧晨燕进去之后，却是注意到了屋内多出的一个人。叶先生，好久不见啊，表妹夫。怎么只有1个孩子？知悉啊，另一个孩子呢？儿子拜见父亲大人。我家孩子刚出生，这位先生莫要胡闹。七叔，你先冷静。孩子刚出生还没1天，就失踪了一个，这会儿变出来一个陌生成年男子管我叫爹，这正常人谁能冷静啊？谁能信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是我来说吧。叶游说起了事情经过。之前他奉命回地府，却被轮转王抓去了轮转王殿，对方将他直接丢去轮回转世，谁曾想竟转世进了古灵月的肚子里。他没喝孟婆汤，也没过忘川河，故而法力记忆都在。萧晨燕听完久久无言，而萧耀更是一整个回不过神儿来，被打懵了。也就是说，叶先生现在转生成了七叔的幼子，他白天会变成寻常婴孩，到了夜里就会变成成年男子。那七叔的长子呢？他是日游神，本就是我兄弟，他的残魂一直被我藏在魂魄深处，这次转世投胎他也一起了。萧耀紧张，他看着叶游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这事儿任谁一时半会儿的都难以接受啊。孩子生下来本该是一张白纸，但他的这2个孩子都非白纸，且显然身份来历都不一般。最主要的还是一夕之间孩子就长大了，这让他有种做梦的感觉。夜游与日游今夜都先留在这儿，七叔不妨白天再来接他们，正好也冷静冷静。逍遥犹豫了一下，握了握日游的小手，抬眸看向夜游，神色复杂，点了点头离开了。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白天我就变回奶娃娃了，日游现在更是实打实的奶娃娃，我还得表妹你罩着我呀。所以我还是该把你塞回到娘胎里。那可不成。哎呀，现在我和日游都转生了，这辈分也得重新论了。表妹是不好叫了，以后我得管你叫啥呀？堂嫂，你说是吧？燕王堂哥，堂嫂表妹，你们慢聊，我抱着我家兄弟啊，出去晒晒月亮。唉，这叫什么事呢？到底算是夺舍还是投胎啊？两者都算吧，走的是正经轮回道，只是没有洗去前尘罢了。若说是夺舍也没错，古灵月乃是活死人，活死人本就不该有孕育下代的能力，他生出的孩子乃是天生妖邪，不为天地所容。如果没有夜游日游的到来，他生下的只会是2个无魂无魄的躯壳，吸引各种妖魔鬼怪汇聚，来日成为为祸一方的祸端。那日游夜游如今算是人还是鬼？鬼神之魂，活死人之子，他俩现在不在五行之中，死后也不入轮回序列，非人非鬼，不管是天道秩序还是阴司律典，都不会允许他们的存在的。临盆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七叔，确定要保住孩子？他回答的倒是爽快。且不说日游和夜游这2个麻烦了，武灵月那边也难办，他是活死人，与他纠缠不清，必会招来祸患。别的不说，想要长寿是不可能的，没有破解之法。你觉得因果是什么？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世间安有两全法？万事万物皆有代价，他如果硬要强留，便只能承受那结果。因果无情。我曾认识一个小姑娘，她生于大雪天，她名轻舞。我看着她咕咕坠地，到长成一个黄毛小丫头。你才是黄毛小丫头。她儿时顽皮好动，奸懒馋滑，喜欢捉鸡放狗，又爱骑马射猎，说是能顺利长大，定是个混世魔王啊！镇国侯府的小小姐，你知道她？你也不是第一次提起与她相关的事儿了。
再说百岁那小子也常爱把他挂在嘴边，他死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吧，你当时应该也未及惯，这么念念不忘，难不成你喜欢他？过去我一直觉得他或许还活着，不论是祭香还是烧纸，香难燃，纸烧不尽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些东西倒是都能烧着了。这是否表明现在烧下去的东西他都能收着？那可未必，没准儿是被路过的孤魂野鬼给吃了呢。萧晨燕当着你的面给你烧纸，按我叫他多烧点儿。萧晨燕眼眸微垂，身体却是僵直的。一直以来他都能听到他身上有一个会说话的存在，过去他总是听不清那东西在说什么，在刚刚他甚至听清了每一个字。其实从一开始他就露出了马脚了呀。不论是刚嫁入王府的时候，他便要住进这鸢尾院，还是他随手画的鸢尾花，亦或者是他对木英的格外重视，便是这一声阿武，他也不是第一次听见了。难怪他会那么在乎郑国侯府的冤案，难怪他会对谢叔加以辞色，可为什么就是不肯与我相认呢？云清武，萧晨燕，你把我当谁的替身呢？我曾想过很多次，你是否是他，我会不自觉地想要靠近你，违背理智，失去自制。现在我终于确认了，我爱慕你。爱慕两个字宛如烈酒，熏熏然，热腾腾的，让他如醉酒般，脑子里轰然炸开。我听说直系有意提早返京，可是京中出事了吗？是出了点事，好在粮草已到南岭，刘明也已安置妥当，后面的事还得劳烦七叔和林公多费心。南岭是我的封地，这些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，只是你此番来南岭的差事是朝廷委派，现在提前回去是否不好啊？所以此番我决定秘密返京。外人看来我还在南岭，京城内有太多秘密，那些人都藏在黑暗中，我立于明处，反而抓不住这些人，倒不如学这些人一样，也进入黑暗里，或能抓住他们的鬼影。国家大事看似是太子在处理，实则他这些年除了结党营私，纵容手下人贪污敛财，又做过什么？七叔不觉得这一切就像是钓鱼吗？有人看似风光，实则却是身为鱼饵，却不知咱们那位陛下藏于幕后，修仙问道。可10年了，太子都没能掌握真正的话语权。说到底，这个朝廷始终被他老人家掌握在手中，所有人都是他掌心的一枚棋。七叔觉得皇祖父为何会同意我从北境回京？他赐我燕子，将我发配北境，又纵容我在北京日渐壮大。七叔觉得在皇祖父眼里，我与太子像什么？如今的太子就像是故意被丢出来的靶子，被日益养肥养壮，而萧晨燕是用10年风霜打磨出来的利刃。萧耀只想到了2个字：养蛊。这是古灵月这些天告诉他关于九黎族人如何养蛊的。无数只虫子放在一起相互厮杀，直到剩下最后一只最为凶残和强壮的，而萧晨燕就是那只最为强壮的蛊王。金武早已画了转阳符交给了古灵月，给了他10年寿元与萧耀厮守。萧耀心里已有准备，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那2个孩子。那2个孩子以后我还能再见吗？会再见的。蜜儿啊，我家日游该吃奶了，你有经验，帮帮哥哥我呗。老娘清清白白一女鬼，哪来的奶喂你兄弟啊？蜂蜜，借点你的鬼灵蜜。黄蜂不情不愿的撇嘴，妖里妖气的脸皱巴起来。想当年日游神多潇洒呀，老娘还想泡他来着，结果现在称他奶娘了，什么事儿啊？表妹夫怎么回事？萧晨燕，他怎么了？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对劲。细说说看，如何个不对劲儿法？说不上来，就是瞧着他便心慌害怕。以前的表妹夫对妖灵鬼物有一种天然的吸引，但现在的他却莫名让我们感到恐惧。要说萧晨燕有什么异常的话，最先感觉到的应该是轻舞才对。可他的感知中，萧晨燕近来最大的异常就是他脑子坏掉了，朝他表白。至于别的，他还真没有什么感觉。叶游对萧晨燕产生这种畏惧，会不会和他灵魂本源就不是人有关？我与他结契，将本源之力分享给他一小部分，会不会一不小心撬开他身体里隐藏的什么？现如今那部分苏醒了，所以被叶游感受到。身为天生阴叛的我竟感觉不到，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联系。臭砚台身上的这些异常，他自己清楚吗？
你有发现砚台的异常吗？他现在最大的异常不就是活腻歪了，想被你吸阳气吗？反正阿武你也和砚台结气了，他现在又缠你身子，要不你牺牲一下，诱敌深入，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好你个死鬼，我就投个胎的功夫，你和咱表妹夫就假戏真做了。不愧是咱地基，谈恋爱都谈人鬼情未了这种禁忌之恋，刺激啊！与你七叔聊完了，我与你一同回京，秘密回去。此番归京后，我暂时不会暴露身份，暂时伪装成王妃的贴身侍卫如何？南岭这边的替身你找好了？替身算是找好了吧？不想我与你一道回去？我还有什么不想的？你回去给我当小侍卫，以后等着被我使唤吧。说起来，他竟是想不起自己是何时准备好了留在南岭的替身，那替身又是怎么造出来的？不止如此，他还能感知到自己体内有个东西在妨碍他感知到异常的存在，每那种感觉出现的时候，就会被强行抹除。王爷既然准备瞒着府里上下你回来的事儿，那对外该怎么说你现在的身份呢？王妃从南岭带了个小白脸回来的消息，怕是已传遍了。司徒静的聪明脑袋一转，提议道：王妃的亲戚挺多的，大伙儿也都习以为常了，不如就说王爷你是王妃的亲戚吧，带血缘的那种。这样的话，平时你与王妃亲近一点，大伙儿呢也不会多想。这主意不错，以后对外就说他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弟弟，名字嘛就叫黑石头好了。司徒静险些笑出声来。卑职领命，黑石兄弟，王妃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司徒先生夜里睡觉最好睁一只眼。果然要看萧晨燕这浑人的笑话很有风险。司徒静讪讪赶紧告辞，当弟弟的可没有和姐姐同榻而眠的道理，知道了吗？小石头，这么想给我当姐姐？真论起岁数，我何止给你当姐姐，我能给你当祖宗。所以我今夜该睡在何处？小祖宗。金武被他那双眼盯得又开始心慌了。我管你睡哪里，反正不许睡我屋里。现在你人也秘密回来了，准备去干嘛？要去一趟东宫，正好我有件事想确认一下。东宫？原来你是藏在本王的影子里啊！离开南岭时，你分裂掉一只手，后为本王的替身留在那里，是为了欺王吧？今日蛊惑本王来东宫，也是同样的目的。你在找东西，但你不确定这东西是在欺王还是太子体内，又或者是萧氏皇族的子孙体内都有那个东西。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黑猫说不了人话，但萧晨燕竟是能听懂他的意思。猫猫只记得主人让猫猫藏在影子里。我何时成了你的主人啊？猫猫不记得了吗？那我是谁？主人就是主人啊，喵。你在太子和七王体内找什么？帮主人找宝贝啊！有个小偷偷走了主人的宝贝，他们身上有那小偷的气息。萧晨燕不记得自己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，如果非要说的话，那便是很早之前金武提到过的有人在窃取他的命格。黑猫找的会是那个吗？主人，咱们被监视了。秘密被抓包，回家后该如何解释呢？以我家那小女鬼的性子，怕是要闹个不得安宁了。替身萧晨燕正犹豫着，不能对这个男人下手吗？可是这个男人身上宝贝的气息比那个太子废物浓很多啊，喵。姐姐说干坏事的话就要被杀掉，我可以杀你吗？小朋友你还怪礼貌的嘞。萧晨燕回了王府，发现府内气氛很和谐，仿若无事发生。回来了，吃饭吧。你不生气？气什么？谁还没点小秘密了？你今儿若是阴沟里翻了船，没准我还真要气一气。但你不是把那破影子猫给收复了吗？既然结果是好的，有什么可气的？再说了，我不也偷偷的监视你了吗？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咱俩半斤八两。见他如此轻描淡写的接过，萧晨燕略感意外，但的确是松了口气的。那只猫的鬼话你不会全信了吧？自然不会，我没有忘记他屡次试图扰乱我的记忆，让我忽略他的存在。那只影猫的来头应该不简单，它的气息很奇怪，我会替你查查它的来历的。你就不好奇自己的来历吗？我指的是你灵魂的本质。就劳烦王妃了。短时间内你都要与你那小宠物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了，自己注意着点吧。我今夜还有事要做，你自个儿早点睡吧。今晚能否入屋就寝？夜里容易失了警觉，有你在身边，我要安心些。你真的不是别有居心？看出来了，自然别有居心。我想与你长相守。萧砚台，你信我的吧，真的没好结果啊。
至少不应该爱上女鬼。怎么，我爱上你，跳下18层地狱？比这还惨，主要我怕遭报应啊！你说咱俩要是在一起，要么就是你被我榨干阳气，要么就是我犯禁遭报应，咱俩硬要凑在一起，这不是2个冤种互坑吗？你不划算的，极其不划算。你好好想想我说的对不对？花花世界迷人眼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有理。念完经了吗，师太？小砚台，你个冥顽不灵的贱种，犟种，承蒙夸奖。你等着吧，你爱我没有结果，迟早遭报应，倒大霉。我知道了，你也别妄自菲薄。你不是有事要去办吗？还不去？这就去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下次想想别的借口拒绝我，加油。你没救了。他咋就不听劝呢？我感觉砚台是来真的呢。就是因为他来真的，我这才怕呀。我感觉你也奇奇怪怪的，你看上去也不像对他没感觉。你以为我为何会是天命阴官啊？为何生来便是冥府地基？难道不是因为爱我你是因地府而生，生来如此吗？你也知道我是因地府而生，故而我生来便有斩不断舍不去的职责。来人间这一趟已算是肆意妄为了。你猜，一旦我真的动了情，有了私欲妄念，结果会如何？他不想与故人坦诚相见吗？自然是想的。若真是那般的话，下面的秩序必乱。届时先不说轻武的下场，地府诸鬼王首先就要斩除掉这个乱了轻武道心的祸根呢。那时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萧晨燕，他将面对整个幽冥的恶念。自从白雪那件事情之后，轻武和谢叔已有许久未见了。小妹若还未转世，能否帮我转交遗物给她？身为长兄，我从未为她做过什么。我听闻寒玉属阴，或能与她有些许注意。我会替你转交的，至于收不收，那就看他自己了。谢叔没有再过多的要求或者追问什么，他清楚，对小妹来说，或许与谢家再无瓜葛才是最好的。轻武却想起了另一件事儿，你与萧晨燕之间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和他少时关系亲近，后面莫名的打了一架，就渐行渐远了。他总觉得两人当年的剑拔弩张藏有端倪。谢叔神情也有片刻恍惚，少时一起罢了，我已经忘了。真忘了吗？他与萧晨燕乃是少时挚友，却因一件旧事险些反目成仇。那件事始终藏在谢叔心底，不能向任何人吐露，甚至于谢叔都怀疑是否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错了。当年我看到那一幕是真的吗？那个人真的是萧晨燕吗？天寿殿乃是老皇帝的寝殿，从他回京至今都没有见过老皇帝。老皇帝对外宣称问道求长生，不肯露面，看似隐于幕后，实则对朝局之事了若指掌。影猫悄无声息地钻入内殿中，透过影猫的眼睛，萧晨燕脑海里也出现了内殿的画面。快走！站住！对方冷冷地看着他，抬臂弯弓，是破魂剑！周围惊呼声响起，工人们这才后知后觉地大喊有刺客，而萧晨燕已经消失无踪。是他吗？应该是，他体内的力量开始苏醒了，以他如今苏醒的速度，还不足以接纳那一位神识的降临。万般苦难加身，活炼狱断魂，修罗沙场铸肉身，他迟早会变成最完美的容器。这是圣王对我萧氏一族的恩眷。巫族眼中，凡人皆是蝼蚁，萧氏也不过是被选中的虫子罢了。若非你还有价值，你连当虫子也不配。10年前的那场苦难，看来他已经扛过去了，而今该让他再度一场众叛亲离之劫了。如今他身边之人，无人会背叛他。他身边之人不会，但他心上之人却会。将你的妹妹送去他身边吧。男人眼里浮出了些许波动。舍不得？那女人又不是你真正的妹妹，只不过是乌鹏大人以你妹妹的残躯造的一个假人罢了。你应该明白，你想要找到你妹妹的魂魄，就得老实听话。他并无记忆，也无情感，只是一具傀儡空壳，仅存的执念就是找到妹妹的魂魄。
不省心的狗男人。王妃来了，那我就出去了。王爷的伤呢，就有劳王妃了。金武死死地盯着他的肩膀，清幽的鬼火燃烧而起，直接将那整支箭烧为灰烬。以你现在的身体恢复情况，皮肉是愈合了，不过那支箭刚好擦过你的骨头，那里的伤还是要长个好几天的。这些天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你今儿偷偷入宫了，准备直接嘎了你家那个豹眼子昏君老头。上次我入宫的时候，并没有感觉到天寿殿内有这样一位高人，能让你身上的那只影猫都感到棘手。你那位皇祖父的身边还真是卧虎藏龙啊。金武说完，感觉到男人的视线变化。你别老盯着我，堂堂燕王怎么能是个恋爱脑？好好谈正事儿呢，你瞎想什么呢？你别太可爱。萧晨燕，再凶一点，凶得太可爱更容易让我心怀不轨。金武不止心肝在哆嗦，他都怀疑那支箭上是不是抹春药了。我的个亲爹，我砚台哥这嘴今天是抹蜜了吗？我都要顶不住了。阿武你顶住啊，这男人在勾引你。你别这样和我说话，这太可怕了。你再这样我就要叫人了。真是个没出息的小女鬼。萧晨燕不再逗他，他将话题引回正轨。依你之见，皇帝身边的那个挪面男子是何来历？没见本人，这我哪里说得准呢？破魂剑算是禁术，伤人的同时也会反噬自己的魂魄，凡人是驾驭不了的。不过我猜测那人或许与巫族有关。你那皇祖父放着人间帝王不当，给巫族当奴才啊！哎呀，他要是被夺舍了倒罢了，要是心甘情愿的，我只能说他好有抱负。看来不管是对我那皇祖父还是巫族来说，我都是一枚很重要的棋子。在我掌握翻盘之力之前，由你来指我这颗棋，如何？你知道这话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敢将自己的命交给你，云清武，你愿解吗？自愿将寿数魂魄寄于因果丝上，又让你掌握这缕因果丝。等若是把命交到了你手上了，砚台哥这得多信任你呀！阿武，你这下与他是彻底纠缠不清了。两码事。怎么就两码事了？我一个没脑子的笔都能感觉到这事儿有多麻烦。对面可是巫族啊，我都怀疑砚台的魂魄10有8九也是巫族，而且身份还不简单呢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必须接下这份因果。金武深吸一口气，他必须得回一趟下面了。我的人也敢欺负？阿武，你不会是想搞死老皇帝吧？冷静啊，好歹是人间帝王，他气数未尽前你动手搞他，真的会遭天谴的。他那皇城有人间法则约束，你也进不去，你别乱来啊！怕什么？我进不去，总有人能进去。我这个当孙媳妇儿的，总该给他送点晚辈礼才对。出来，来活了。夜游魂魄离体，幽怨地盯着青武。我说死鬼，我现在还是个吃奶的，你让我魂魄离体，不怕我妖寿啊？横竖你都不在五行中，也入不了轮回，还怕死啊？本来就是个活死婴，怕锤子，带你去干一票大的。啥事儿啊，让你这么大火气？黄蜂和小玄龟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晃呢，你不使唤，非要用我这个童工，还真是就非你不可。谁让你和你兄弟占了巫族费心造出来的肉身呢？4舍5入的，你现在就算半个巫族，这天地间某些规矩对你也没了约束。金武让判官比与他说明发生了什么。看来这坏事儿我还必须掺和，若叫巫族发现我这般粉嫩的小奶娃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，定要来杀我与我家日游的。咱下手归下手，就我现在这小体格也不禁造啊。那老皇帝身边有个神秘挪面男，万一给我也处一剑，我凉凉了咋办？金武嫌弃地去他一眼，这么大方啊！金武手里放的乃是清明业火的本源之火，便是五方鬼帝遇见了也要头大的，借你而已。死鬼你放心好了，我保管让老皇帝过得鸡犬不宁，别的不敢保证，让人倒霉这事儿，天上地下谁能比得过我呀？走了，我回来前我的人你要给我看好了。你单枪匹马回阴司能成吗？单枪匹马？我白操心了，您老是回自己家，回去好好玩啊，我的地基殿下。幽冥之下，翻冢山。袁兰，你竟无日言炙考我西鬼城，是想挑起动乱吗？别以为你是府君的义子，就可以在阴司胡作非为。老子今天不但要胡作非为，还要为非作歹，你个老鬼又能如何？狂妄！不过是看在府君面子上尊你几分，说是义子，你
不过也只是他老人家收服的坐骑，真当这阴司是你的天下了。坐骑，老子这个坐骑也能锤死你！宛如火山岩浆般的烈焰从他身后的金乌法相中翻涌而出。今日本帝君就要好好教你这畜生什么是规矩。你要教谁规矩？西鬼帝身形僵住，问你呢。阿罗刹天。阿罗刹天乃是青武的法号，是青武身为阴司地基的真名。青武抬手，判官笔在他手中化为一把漆黑墨刀。地基，手下留鬼！啊呜啊呜！哎呦，姑奶奶耶！杀不得，杀不得呀！青武喝了一声，身影眨眼就到了西鬼帝身前，墨刀没有丝毫停顿，贯穿西鬼帝的身体。西鬼帝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墨刀入体，他的鬼力竟被判笔墨刀不断蚕食。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没听清。哎呀，你这刀捅下去，老西他修为就要干废一半啊！大侄女儿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！别再吃了，你再吃下去，那老西就要被你吃干抹净，成渣渣灰了呀！我感觉我其实还可以再来点儿。撑不死就往死里撑，鬼帝的鬼力呀，这种好东西怎么能嫌多呢？哎呀，这根小破笔自打跟了小地基之后，这胆儿是真的肥了呀！嘿嘿嘿，大侄女儿要几成熟啊？7成，老了塞牙。得嘞，啊，地基啊，老西的确是犯了浑，你这罚也罚了，就别吃了吧。阿忠叔，你还是这么喜欢当老好人呢？要不他做的孽，你也替他担一半。好兄弟嘛，共患难喽。都是活了万把岁的老鬼了，装什么糊涂？西鬼帝干了些什么，你们会不知道吗？他与巫族勾结之事，怎么说？我可没与巫族勾结。看来火还不够大呀。这个老西的确是触犯了阴司铁律，地基怎么惩处他都不为过。但是呢，他若是死了，这西方鬼帝城无主，秩序免不得要乱呐。不然还是先投入无间地狱，待府君大人醒来后再处置，如何呀？金武翻了个白眼儿，瞧见这些老奸巨猾的鬼他就烦，先把西鬼帝丢去无间地狱。严兰颇为可惜地叹了口气，到嘴的鬼帝肉没了。西鬼帝不承认自己与巫族勾结，你们觉得呢？他不承认又如何？事实胜于雄辩。若是他不帮忙，巫族岂能那么容易在人间寻找肉身？四位叔伯觉得，除了他，咱们家中还有别的老鼠吗？我东方城绝对干净，我中央城绝对干净。你们大可以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。1个月内给我把这群老鼠抓出来。阴司里最不缺的就是鬼，鬼帝虽强，但也不是无可取代的。怕了，我可不想被取而代之，这就回去抓鼠喽。东方鬼帝和中央鬼帝也是一脸胆战心惊的模样，借口告退。只有北方鬼帝还留着。北叔留下是要和我说掏心窝子的话吗？人间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不好玩就在家里待着。你真指望那3只老鬼能给你抓出老鼠不成？不是还有北叔你吗？我可以替你抓老鼠，你答应我，别回人间，别再执着你在人间历劫遇到过的那些人和事，就回阴司待着，好好的当你的地基。果然我在人间历劫这事儿有蹊跷啊！当年我历劫归来，老头子下令封禁我在人间历劫的一切记录，究竟是要遮掩什么？我又为何要去人间历那一场劫？或者说我去人间那一世，是不是也是为了巫族？别给我当谜语鬼！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，我就去你的北方城下雪。这就是你报答我养育之恩的方式。你养出来的。要不是养你，我北方鬼帝城会穷到现在。太世俗了啊，真伤感情。无数次后悔当年养孽畜的我。北叔，你赶紧交代。你去人间历劫那一世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府君亲自下的禁制，谁能破呀？我唯二知道的是，你上一世的历劫并未成功。我之前就奇怪，谁那么大胆子，敢把我的死劫写得那么凄惨，让我被人分尸烹食而死。我原定的死劫是什么？不知，我也只是猜测罢了。有人不想你留在人间。金武皱眉，
现在已能确认巫族在10年前就出现在人间了。先太子、镇国侯府诸多人丧命，都有对方插手。综上，不难推测出他上一世历劫失败也是巫族的手笔。巫族的人或许当时就发现了他的存在，所以用这法子将他赶走。别说老头子对巫族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态度，这谁知道？也就你上次历劫回来后，他老人家露了一次面，然后就一直闭关沉睡。那我换个问题好了，北叔，你们对巫族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不希望巫族卷土重来，但是其他的家伙未必。巫族的死对头是神族，在某些家伙看来，鬼族与巫族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。毕竟巫族要借人族肉身重新降临，但是对于阴司来说，死的人越多，鬼物越多，也不是坏事。愚蠢！若无人间，哪来的阴司？若无人族，阴司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？你应该明白，神族和鬼族彼此看不顺眼，若是巫族能够重改3界格局，将36重天上那群神族打落云端，对鬼族也没什么坏处。哼，与虎谋皮没必要，到头来给巫族做嫁衣，那就搞笑了。知道小六在哪儿吗？你与其问我，不如问那只成天到处赊账骗酒喝的3足鸡。哎，老鬼，你差不多得了，骂谁鸡呢？我舍不得放火烧我大侄女儿，不代表舍不得烧你的北鬼城。行了，你俩赶紧滚回你们自个儿的地方去，瞧着你俩我就碍眼。我说你可真是奇怪啊，没事让我去查一个死人干嘛呀？死人？萧晨燕是个死人？是啊，那老头的生死簿上写的明明白白的，人间皇族萧氏长孙萧晨燕，生于甲辰年2月初1，卒于甲辰年2月初2，刚生下来就死了。言兰说完，就发现青武的眼神已经可怕到了极点，愣是让他都打了个寒战。你确定？哎呀，我确定，我骗你干嘛呀？生死簿上就是那么记的。那小子到底是谁啊？让你这么在意？如果说真正的萧晨燕刚出生的时候就死了，那现在的萧晨燕是谁？从一开始，他的灵魂就被投入了那具肉身。北叔说他上一世历劫前，老头子给了我一个任务，难道那个任务就是冲着萧晨燕去的？只有老头子手里的生死簿才会记录人间帝王之事，萧晨燕的问题，老头子肯定早就知晓。生死簿上可记录了萧晨燕死后的魂魄归处，是投胎转世了，还是依旧留在地府内？这上面可没记。死丫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就别跟我打哑谜了。你一直陪在老头子身边，他让我去人间历劫的目的，你知道不？这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不过有件事挺奇怪的啊，你历劫失败魂归地府之后，不是养了一段时间伤，期间一直昏迷不醒吗？那老头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癫，居然同意了迷言那小子的提亲。啥玩意儿？青武内心卧了个大槽，就是那个臭美的白毛孔雀。嘿，等等，你为什么不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为什么不知道？啥事儿？禀帝姬，帝君遣末将来传话，说有妖客求见寻帝姬，据说是那位迷言神君派来的。迷言来的可真够巧的呀！迷言那厮说让我去给他奔丧。我家神君见不到帝姬殿下，死不瞑目啊！请帝姬送他上路，不是送他瞑目。这下属养得挺好啊。那厮现在何处？神君说他在殿下您和他的定情之地等你。定情？都定情了，你还说你不知道和那白毛小子的婚约？哦呦，阿武你脚踏2只船啊！咱砚台哥这会彻底立了。不是，你们都有病吧？我和迷言那厮有屁的情啊，还定情之地？我拔了那厮的尾羽，差点把他丢锅里给炖了的情吗？不是说要死了吗？让我来给你奔丧吗？我直接给你火葬了，岂不干脆？好一个狠心的女鬼！我何止心狠呢，我还手辣，你又不是没有见识过，所以啊，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我有多想你吗？我和你那鬼迷日眼的婚约是怎么回事？那自然是你家老爷子有眼光，觉得咱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呗。说吧，老头子和你做了什么交易，或者说买卖？青武听到老头给他和迷言定了亲，一转念就猜出了两人间肯定是达成了什么交易。你呀，真是半点情趣也没有。知道你是个不讲规矩的，但我好歹是个正直的生意人，这做生意嘛，可不能不守规矩，诚信是很重要的。离我远点，
丑得吓人。哎，你对我打打杀杀可以，但说我丑，这事儿我可不能忍的啊！你美得很，你3届第1大漂亮。行吧，小冤家你都夸我了，你背着我在人间找野男人的事儿，我也就不和你计较了。你哪来的资格计较？就凭我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啊！你想死啊？特意把我叫来，就扯这些犊子？你和巫族真没勾结？哎呀，我虽然脑子有病，但从不干亏本买卖，与巫族那群穷狗做生意，稳赔不赚，我疯了吗？认真讲，巫族回归这事儿，我也是才知道。你家老爷子这回可是把我也给坑了。早知道这笔生意如此麻烦，那就毁约呗。既然觉得麻烦，就说说看，他到底和你交易了啥？说是不可能说的，不过另外有一件事儿，你或许会感兴趣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干脆点儿，别整得和便秘不畅似的，一节一节的往外挤。您这嘴真是……哎呀，你还记得太子苍冥吗？你那同父异母的大哥，他不是失踪在3000年前的那场焚天之乱中了吗？好端端的提他干嘛？难不成他又出现了？没，若有朝一日他真回来了，你是帮我还是帮他？谁都不帮。我管你是要造你爹的反，还是杀你那便宜亲哥，我都不想掺和。你们神仙打架，别来鬼族跟前讨嫌。那可说定了啊，到时候你可谁都不能帮。咱们这一趟回老家是不是白回了呀？说是去查砚台魂魄的来历，结果查了个寂寞。不是已经查出来了吗？啊？查出来什么了？太子苍冥。啥意思啊？你是说砚台的魂魄是神族太子苍冥？判官比茫然了，他承认砚台哥很哇塞，但那可是神太子苍冥啊，天后感混沌之气而运。据说出生的时候，36重天上日月星辰同时生辉，若非焚天之乱的时候他神魂失踪了，现在的天地没准都换人了。若迷言那风姬不提苍冥，我也猜不到那儿去，可偏偏他提了呀。这也只是你的推测吧？他的确是推测，可他同样也了解迷言，他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儿，也不会扯没有意义的话。如果砚台哥真是太子苍冥，那这事儿就离谱大发了。不是，阿武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不然呢？人间，你觉得我是苍冥？推测罢了，你怎么没有一点惊喜的样子？你希望我是苍冥吗？推心置腹的讲，若你只是个寻常人族，那这事儿就简单多了。若你是苍冥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其实我最开始以为你的灵魂会属于巫族。还有件事儿，生死簿上所记的萧晨燕在出生的第2日便死了。萧晨燕目光凝滞了一下，不管你是谁，从我认识你那天起，你便是萧晨燕。无关于萧晨燕这个姓名是否真的属于你，不管你的灵魂究竟是属于巫族还是神族，你过往那20几载的人生也并非全是虚妄。先太子和太子妃，燕王府的所有人，北境的百姓，他们都是真实存在，真切爱重你，不要质疑自己。若我真是那所谓的苍冥，以后的麻烦只会多不会少。若真正的萧晨燕早就夭折，若我的魂魄真是苍冥，那就意味着是巫族将苍冥的魂魄投入这具身体内。为何非得这具身体呢？若我的神魂真的是神族，那我所中的夺命杀会否就是在窃取这神魂本身的力量？但之前影猫又说过，萧氏皇族都是小偷，不管是七叔还是太子身上都有被窃走宝贝的气息。假设巫族仅仅是要窃走我神魂的力量，何必多此一举？你这具身体的确很奇怪，普通人的肉身根本扛不住神族的魂魄，而你这具身体不但扛住了，还力能举鼎，且阴风入骨、夺命煞摧魂都没有让你这具肉身有实质性的损伤。或许不止我的魂魄有蹊跷，这具肉身本来也有蹊跷。算了，想再多也没用。横竖现在咱们知道巫族的奸计，大刀阔斧与他们干便是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答应我一件事，若有朝一日因我使你也陷入危险，我要你毫不犹豫地舍弃我，能做到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无心无情的恶鬼是吧？可阿武你就是无心无情了，轻武气的想把判官笔掏出来当场掰断。是，我就是无心无情的女恶鬼，你放心吧，不用等你遇到危险，我瞧见风头不对，绝对第一个跑路。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你头七那天，我勉为其难的给你烧上一把纸，不是不可以的。若你真能说到做到，就更好了。你脾气坏点很好，不吃亏。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吃亏，更别为了任何人让自己吃亏。我希望你别为我以身犯险，若遇危险，
你只管先保此身。我希望你永远待在高处，永远安全。我自会去高处寻你。我喜欢你的坏脾气。完了完了，这样的砚台哥谁能不爱呀？这男人哪里不比迷烟神君那个电击强啊？可惜了，阿武你和迷烟神君有了婚约，咱砚台哥注定有名无分呢。迷言，他和青武有了婚约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突然觉得自己绝对不能死，所以要劳烦王妃以后多多调教为夫。听闻阴司有18层地狱，层层凶险，我想见识一番。这砚台咋了？怎么突然变这样了？害羞了？我没有。我想抱着你。萧晨燕，可以吗？什么可以吗？我想得到你，想得快疯了。萧晨燕，你混蛋！是啊，我混蛋。他低头吻住了她的唇，品尝着她的味道。登徒子无赖！我本就不是君子，我早说过的，我非君子。若不是怕你逃跑，我只怕会更过分些。他倒是想更无耻，再得寸进尺些，又怕过激了，真把他给吓跑了。万一他离家出走，躲去阴司地府之类的地方，如今的自己想要避落黄泉去找他，怕是也有点困难。为了防止秦武恼羞成怒，燕王殿下只能不甘心的悬崖勒马。北境以北，穿过辽阔的荒原，那是游牧来此的胡人百姓组成的小部落。大哥，你终于来接我了吗？你该回大庸了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做回我自己了？太好了，我实在受够草原这破地方了。大哥，我回到大庸后，是不是可以住进大房子里？是不是还有仆妇下人，随便我使唤？大哥，你说过我是郡主，大庸的郡主是不是也不比公主差多少？男人没有理会他，只是看着他脸上那道划痕。我说过，你的身体不能受伤，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？我也不想的呀，可这里的日子太苦了。为什么大哥你非要我留在这里？明明我回大庸就能过好日子了，你之前给我留下的财物根本不够花，太少了。这具身体再受伤，我会杀了你。知道了。大哥，你现在可以带我离开这里了吗？会有别人护送你离开，走之前你要先去一趟胡人王庭。啊？为什么呀？男人没有给他解释，他抬了抬手，将他送去王庭。昨夜你听到什么了？我没有，你别冤枉我啊！昨天晚上你俩滚到一起，我就自我封闭无感了。是吗？我顶多是隔一会儿偷瞄一眼，嘿嘿，咱们当女鬼的，偶尔吸吸男人阳气啥的，多正常啊，是吧？我吸萧晨燕阳气，分明是那个男人吸我阴气，好不啦？阿武，你对砚台哥真动心了呀？我好像栽了。唉，这咋整啊？你是准备人鬼情未了，还是挥刀斩情丝啊？严格来说，萧晨燕也不是人，我和他算不上人鬼情未了啊。可你动真心了哎，有了心就有了私欲，你不怕地府一直针对砚台哥抹杀他吗？以前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，但是他一身虱子还怕痒啊。我有点怀疑你的心到底长出来了没？正常人谁配上命去谈恋爱呀？我忘了，砚台哥也不是正常人。我觉得我不管对不对他动心，阴司都会针对他。老头子就挺针对他的。有吗？夫君爷爷虽然对巫族的态度不明，但也没有故意针对砚台哥做什么吧？啊，好像还真有。毕竟如果没他帮忙，苍冥是如何转生成砚台哥的？何止啊，我觉得他就是防着我对萧砚台动心，不然他干嘛让我和迷言定下婚约呀？咋的？我和迷言成婚就是天作之合，阴司就不会针对那个白毛鸡了？哎呦，差点忘了，你还有婚约这一茬事儿。鬼族和神族的婚约可不似人族这样只是嘴上说说，那是在三生石上刻了字，被天地规则约束的。悔婚的一方会受到天谴，轻则皮肉之苦，重则魂魄受损。先不提我和白毛鸡的狗屎婚约了，我和臭砚台只要不对天立誓，定下正式婚契，哪怕我和他真成夫妻了，天地规则应该也不知道吧。你居然想钻天地规则的空子，我的姐，你这是作大死啊！你和砚台哥现在还没成事实，趁现在去和迷言把婚约解除了，受到的反噬还轻点。是我不想现在去解除吗？这解除婚约的前提是必须要迷言那畜生心甘情愿啊！他如果是被迫的，这婚约也解除不了。再说现在这种情况，反噬一来，我实力必定折损，巫族来势汹汹，我可不会自暴其短。你下去一趟，
把严兰给我叫上来。我思来想去的都觉得这爱情的苦，这苦不能就我一个鬼吃。臭砚台不是想要在生死之际找回力量吗？他变得强大，以后雷劈下来他顶上，完美。你是准备把严兰叫上了，帮你谋杀亲夫？好，你那颗心呢，长出来只怕也是黑漆漆的。哎，燕王，不是你不是在南岭吗？哎呦喂，这杀千刀的耶！我就是听说萧晨燕和他媳妇儿这对雌雄双煞去了南岭，我才敢回京的呀。有件事想请教二舅舅。你想问什么啊？在二舅舅眼中，我是个放火烧死父母的坏种。谢贤，当年你当真看到是我在东宫放的火？当真呢，我瞧见了，就是你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东宫起火的时候，你拎着火把翻墙而出，你脸上的笑容，我到现在我都记得。你杀父弑母，你害死那么多人，你还装无辜，你不嫌恶心吗你？当年那夜的场景依旧让他头皮发麻。他看到无尽火海，看到一具具焦尸，那画面几乎成了他的噩梦。每每让他夜半惊醒，一醒来他就会想起萧晨燕那夜的笑。那可是你母亲呐，她此生最爱的人就是你呀，把你当命一样护着呀。我谢贤的确不是个好东西，可是我再无耻，我再下贱，我也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此毒手啊。萧晨燕，你要杀就杀，你不杀那我就回家了。回吧。你父王母后出事那夜，你在现场吗？在，至少在我记忆里，我是在的。镇国侯府被诬叛国之后，我父王也被污蔑有谋逆之心，原东宫所有人除我之外，都被幽禁在旧邸。那夜，我本是准备前回旧邸去探望父王母后，结果他去的时候，只看到妖火凭空出现，火舌在眨眼间烧死了所有人。萧晨燕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东宫的，但是他的记忆之内，他并未见过谢贤。之前谢叔与我说过一件事儿，他说当年镇国侯一家被派去北境驻军前夜，你曾试图杀了云峥。他自然记得这件事儿，这也是他和谢叔渐行渐远的起源。曾经的他对谢叔的质问是嗤之以鼻的，他相信自己的记忆，而如今历经种种之后，萧晨燕却有些动摇了。若巫族真的操控过我，若我的记忆有假，若谢贤和谢叔看到的才是当年的真相。萧晨燕，我说过的，不要质疑你自己，不管那些事儿是谁做的，是不是巫族操控了你，你的灵魂是干干净净的，你从未背叛伤害过你的亲人和朋友。萧晨燕，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出事了，直接将一卷密信交给了萧晨燕。萧晨燕看后，老皇帝下诏去南岭，令他回京，视线定格在了密信末尾的那句话：镇国侯府清武郡主在胡人王庭为质。信上写的什么？胡人王庭遣使来了大雍，使臣已经入宫。胡人使臣，他们要入大雍的话，须得经过北境吧？人都到京城了，你们才收到消息？现在重要的已然不是胡人怎么入京的了，而是他们带来的消息。萧晨燕忽然将密信递来，我在胡人王庭为质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老皇帝和巫族玩这么一出是想干嘛呀？或者说，对方是想把这冒牌货送到萧晨燕身边来。金武话还未说完，我去一趟辉王府。他不会真信了这密信上的鬼话，觉得那个清武郡主是我吧？王妃见谅，事关镇国侯府，王爷他关心则乱，也是正常的。那个清武小郡主啊，与王爷是少时旧友，他兄长云峥呢，与王爷更是至交。但王妃你放心啊，王爷和他绝对没有什么。那位小郡主出事的时候呢，才12岁，王爷只把她当妹妹看待。哦，当妹妹还把我按在床上那样欺负。司徒静在旁边瞧着，只觉得后脖梗发凉。白月光和朱砂痣，这怎么选呢？对方假冒你身份，与在你头顶拉屎有什么区别？死鬼，你脾气变好了，换做过去，你早就杀过去把对方捏爆了。巫族大费周章的搞这么一出，你不想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我也好奇，这个冒牌货是怎么造出来的？的确怪得很。你说他们惦记表妹夫身子，想让他的魂魄给他们的圣王养出一具绝佳容器的话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巫族秘术那么多，有的是法子榨干表妹夫的神魂才对啊。我总觉得臭砚台的身上还藏着什么秘密，巫族选择他作为圣王容器，肯定还有别的原因。
怎么那么多秘密？这些人要干什么呀？就不能明着来的吗？不是，关键你家砚台听到你还活着的消息就跑没影了，你是真不担心啊？万一他真被那冒牌货骗了呢？他如果瞎到那个地步，他也就别和巫族掰手腕了，直接认输给那个啥圣王当容器得了。说起来，你现在看到臭砚台还会觉得害怕吗？当然怕了，他身上的威压越来越重了，比在南岭那会儿还要恐怖。不对。哪里不对？神族与巫族的力量是相悖的，他的神魂乃是神族太子苍冥，按说找回的力量该属于神族，你现在乃是半鬼半巫，不论从哪方面来说，神族的力量都不该对你有这样强的压制啊。他是巫族为圣王选择的容器，有巫族力量不奇怪吧？蠢货，巫族的力量源自肉身是没有错，但他现在那具肉身还没有脱离人的范畴，哪来那么强的压制力啊？那是怎么个情况？总不会表妹夫体内有2个神魂吧？一个是神族太子苍冥，另一个属于巫族。叶游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不会吧？青无想到今日谢贤提起的旧事，叶游的这一猜测，如果萧晨燕体内当真还沉睡着另一个灵魂，那有些事儿就说得通了。等等，我是不是疏忽了什么？先前听到这消息后，我就立刻去了惠王府，是想着老皇帝那边定会召见惠王，走时都没顾得上和秦武多说2句话。我是知晓了他是谁，可他不知道我已知晓了。小女鬼不会误解我真信了那密信上的鬼话吧？萧晨燕缓步走到他身旁，仿若一个晚归的丈夫交代自己的行踪那般道：我并未相信密信上所言，我知道胡人王庭送来的那个女人是假的。若是真的云清武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如何？会这样。我怎么就出生？你那小青梅死的时候才12岁吧？你那会儿也才17吧？人家那么小，你就惦记上了？17岁的我，的确只把12岁的她当妹妹。那现在快28岁的你，把12岁的她当亲妹妹，见面就要和人啵啵嘴，那不是更畜生？你现在12岁吗？你不是英寿永昌，岁数大的都能给我当祖宗了吗？怎么就能歪成这样？你往日的聪明呢？他以为自己刚刚的言行能让他意识到他已经露馅了，结果他那鬼脑子7拐8拐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地方。酒呢？死丫头片子！你来我地盘逞什么威风？还不赶紧给我下来！哼！王妃不介绍介绍？老子是他叔，这丫头打小就骑我身上拉屎撒尿的，说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都没错。谁拉屎撒尿了？你再胡说八道！把老子头顶的神火都尿灭了，还不承认？怎么着，请我上来帮你男人造反呢？是不是太大材小用了点啊？少揣着明白装糊涂。现在人间什么情况？判官笔没给你透露？那根纯笔头的确都交代了，可他没说你的事啊。你动情了？动就动了呗。嘿，你还骄傲上了？那个叫萧晨燕的小子，若真是苍冥转世，你知道这是多大的麻烦吗？多大？让你给神族太子爷当岳叔父，你还不乐意了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苍冥在焚天之乱中魂魄失踪，3界里最开心的就是他那天地老子。咱就说你和迷言那小子的婚约，你是真不怕遭雷劈呀？你怕呀，所以呢才叫你上来替我操练男人，到时候雷劈下来他去顶。替你操练这小子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丑话说前头啊，真给弄死了你可别找我麻烦。你小心啊，别被他弄死了。最新发现，我怀疑蚩尤一直潜藏在他身上。我要回家，我看你不是要我帮你操练这男人，你是想弄死你叔我。酒都喝了，你还想跑？我真是谢谢你了，想我死还先请我喝了断头酒。蚩尤在他身上这件事你确定了吗？哎，我也是猜测，所以想让严叔你替我确认一下吧。蚩尤乃是巫族圣王，统御巫妖万族，严叔你是世间仅剩的3族金巫，金巫一族与巫族曾打过交道，你应该更了解巫族的气息。万一你的猜测成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被我唤醒的并非是苍冥的力量，而是蚩尤的力量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，因为早早的萧晨燕就将他的命交到了他手里了。听说严兰要为自己授课，萧晨燕自是乐意的。你就从没有好奇过你在神族的事儿吗？你是说苍冥的过往？哪怕现在我依旧觉得那是另一个人的过去。
或许是我并无那份记忆吧。你说过的，我只是我，不论我的灵魂是苍冥，又或者曾有别的，你会一直在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我可是你的枷锁呀！爬开，爬开！死丫头，把你的嘴擦擦，口水都要滴出来了。老子警告你啊，这小子还没彻底不是人之前，你少缠他身子。还有你小子，你那是啥狗懒样式的眼神呢？少勾引我侄女，大战在即，你还有心情谈情说爱呢？走走走，鼹鼠我的大刀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，咱们这就开干去。你至于这么急？少逼逼啊！不听话我跪着抽你！走了。而南岭那边留在南岭的只是萧晨燕的一具替身。在接到传召消息的时候，燕王就已率军火速返京了。胡人骑兵怎么会出现在京郊大道？你们是黑甲队，是燕王的军队，马车上的可是燕王。百岁惊疑不定地看着对方，总觉得那张脸很眼熟。你是？我乃郑国侯之女，大雍皇帝陛下亲封的郡主云清武。阿苏娜见这群军汉听到自己的名字之后，还挡在前方，不免恼怒。你们听见没有？我是清武郡主，是你们王爷的故交。燕太哥哥，燕太哥哥，你快出来见我啊！我是清武啊。萧小姐，你真是萧小姐？你是何人？你认识我？我是百岁啊。我不记得什么百岁，我只记得我的燕太哥哥。燕太哥哥到底在不在马车上？在的话，你赶紧让开，我要见他。是啊，我只是个孤儿，萧小姐能把我从拍花子手里救出来，还送到王爷身边教养学习，已是莫大的恩情。我怎敢指望萧小姐一直记得自己？请郡主见谅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您不得进前。我在王庭饱受折磨，能支撑到现在，全凭着对燕台哥哥的思念。我本以为燕台哥哥还记得我，是我自以为是了。我一介孤女，岂能让燕王一直记挂着呢？王妃，你是燕王妃？咦，阿武，这冒牌货怎么和你长得不一样啊？好像就眉眼间有点相似痕迹，不过你比他更漂亮。这张脸的确是不像我，像的是另一个人。谁呀？我哥云峥。我在草原上吃苦受罪，这女人趁机抢了我的燕台哥哥，抢了燕王府女主人的位置。我在与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你草原上吃了马粪啊，不会说人话了。你……阿苏娜勃然大怒，但她余光扫见前方马车的帘子动了动，她眼睛咕噜一转。你这人说话怎如此难听？我不止说话难听，我还很会让人难看。声音落下之际，清武的掌风就过去了。哎呦呦，这么大的动静，燕台哥哥都没露面，难不成消息有误？他不在马车中，我要立刻入宫去找大雍皇帝，让对方休了燕王妃这个贱女人。今日之辱，待我面见陛下后，定会讨一个公道。啊，我好怕呀！清武料想这冒牌货是要找上门的，但对方饿得如此迫不及待，竟是直接等在了半道上。诸将士在南岭辛苦了，咱们回府吃大户去。一个冒牌货而已，知道你这么伤心。冒牌货？就今儿那满嘴粪味儿的女人，你不会真的觉得她是云清武吧？不是吗？她哪里像云清武了？她和云峥将军长得可太像了。她小时候和她哥长得可不像吧？女大18变。不对啊，王妃，你怎么知道小小姐小时候长什么样啊？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撇开那个长相不谈，就她嘴臭的那个德行，那嘴脸哪里像云清武？你就没点自己的判断？她真是假的？嗯哼。啊，她是假的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小小姐真的死了？王妃，你在下面真的没遇见过小小姐吗？遇见了，你年年在她忌日的时候哭那么大声，她能不知道吗？阴司下头的鬼都怕了你哭了。她说了，你要是再哭啊，她就上来打爆你的狗头。我肯定不哭了。百岁说完，眼泪又不受控地飙出来了。王妃，怎么又打我？不是才说了吗？你再哭就打爆你狗头。可你刚才明明说的是……百岁脑子一片空白。是我想的那样吗？是我理解的那样吗？你是……你怎么又哭了？你真的是……我刚刚可什么都没说。是她就是小小姐。小子，打了这么久，你也应该感觉到你魂魄的异常了吧？老子没你们那么多心眼儿，我就直说了，你的身上有蚩尤的气息，那家伙恐怕就藏在你的神魂深处，还没有完全苏醒。
你得感谢老子，要不是老子的焰火，怕是你小子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巫力给完全渗透，那可是蚩尤啊！你的神魂本相是苍冥，神族和巫族的力量是相悖的，他的意识力量要藏在你的魂魄之中，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才对。越是强大的魂魄，越是容不下异物的存在。神族和巫族分别靠什么传承力量？前者靠神魂，后者靠血脉。既然血脉才是巫族传承的纽带，那如果苍冥本身就有巫族的血统呢？天后是怎样的一个神？苍冥的老子娘，当着你面我也不好说的坏话，但是我也没法违心说的好话，所以你就别问了。看来你很不喜欢他。我丑话说前头啊，甭管你是想在人间当人皇，还是以后重归36重天，你都别想我家那死丫头受啥婆婆气。看来神族和鬼族之间关系不睦，天后不喜鬼族，鼻孔都长头顶上，何止是不喜鬼族啊，他除了他自个儿谁都不喜欢。我家那死丫头是冥府地基，她身份地位可不差你小子半点儿。你别看我家那死丫头瞧着像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，她在冥府里头可有的是鬼喜欢。除了我这个叔，她还有她北弟弟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你就等着好果子吃吧。还有啊，那什么，虽说你们在人间成亲了，但是我可听说了，你们压根儿就没拜堂，这婚事可不作数的啊。如何不作数？你们一个鬼一个神，婚事真要作数的话，就得将精血魂气落在3生石上，如此的婚书才算得上真作数，这是天地共鉴。那什么，反正你规矩点啊。严格来说，我家这死丫头现在也不算你媳妇儿，她应该算是你的弟媳妇儿。迷言，你知道她呀？那就不用我多啰嗦了。不过你们这关系吧，虽是同父异母，不过她的确是你弟弟。嘿，这叫什么破事儿啊！你媳妇儿不是你媳妇儿，哎，是你弟媳妇儿。你说，嘿，燕王来了呀！这便是燕王，这就是我的青梅竹马，是我原本该嫁的人，真是我此生见过最风华绝代的男子了。砚台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萧晨燕在看到阿苏娜的面容时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，久久凝视。他盯着阿苏娜这冒牌货看了半天，是看呆了，是被迷惑了。不，他在阿苏娜的那张脸上看到了云峥的影子，他最好的挚友，小豆丁的亲哥哥。好久不见。他是在对着云峥的脸说出这句话。砚台哥哥果然是记得我的，我就知道之前砚台哥哥定然不在那马车中，否则岂会坐视那个叫云清雾的贱货对我百般羞辱而不顾。砚台哥哥，以后这世上只有我一人了，我害怕，我不想回侯府，怕触景生情，我能不能去你王府上接住一段时间啊？燕王殿下见谅，陛下修行的时辰到了，便不见您了。他传下来旨，让青武郡主暂住燕王府一段时日，待镇国侯府重新修葺好了，再让郡主回侯府也不迟啊。另外呢，燕王妃此番对郡主不敬，陛下听闻之后也很是不悦呀，责令殿下回去之后好生管教。管不了。王公公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愕然抬头。阿苏娜也是一脸莫名。本王说，本王管不了王妃，也不想管。萧晨燕拒绝了管教自家王妃，却没有拒绝带我回燕王府暂住。只要进了王府，我怕还夺不回自己的位置。那个燕王妃鸠占鹊巢，抢了我的富贵人生，现在该是对方还回来的时候了。你这身杀气都能把鬼给吓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冒牌货干什么了，把你刺激成这样？那冒牌货的脸是云峥的，竟是因为这个。他比萧晨燕早一步知晓那冒牌货用了大哥的脸，却没有告诉萧晨燕。抱歉，我该早些告诉你的。萧晨燕，你表情很奇怪，我看你是不是发烧了？山猪吃不了细糠，非得我凶你才觉得我正常是吧？哦，正常了。刚刚小女鬼温柔小意的样子，瞧着怪瘆人的。去，一边去。云峥的魂魄会不会在巫族的手上？那个冒牌货或许是突破口。有可能。他也是这么想的，甚至于他有个猜测，巫族是故意将那冒牌货弄成大哥的模样。上一世他渡劫惨死，是巫族人动的手，
父母兄长的魂魄失踪，或许就是巫族人故意为之，防着他重回人间留下的人质。金武想着，下意识地说出了口：我觉得巫族内部的情况应该很复杂，有人知晓我的身份却隐瞒了下来，明明上辈子我死前就差点坏了他们的好事儿，逼得他们出手弄死我，让我魂归地府。但这一次我回来，他们却没有防备，直到这个冒牌货现身，我才瞧出一点他们的准备。金武说完，半天没有听到萧晨燕的回应，他后知后觉，头皮一下就麻了，眼神放空，心里发出尖叫。判官比之前感觉到气氛微妙，就很有眼色的自关小黑屋了。这会儿听到轻舞的颅内咆哮之后，他这才冒出灵石，紧张的询问：咋了？阿武，你咋叫得跟要死的大鹅一样？我完了，我刚刚一不小心自爆了，该死！臭砚台肯定要发现了。终于不装了，云、青、武，被你发现了，臭砚台，你好笨呐！你怎么现在才认出我来？明明我都给你那么多提示了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某人亲口否认？我否认了你就信了？你意志太不坚定了。萧晨燕看着他，轻声道：云清武，我很想你。你的反应不对劲儿啊！以你的性子来说，知晓我故意瞒着你，还多次否认误导你会轻易善了？萧晨燕，你几时这么大度？你不该趁机抓着我的把柄好好的收拾我吗？你不对劲儿，你很不对劲儿。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也不算早知道。不早是多早？100岁。好家伙，100岁这个漏勺鼻涕虫！萧晨燕听着判官比的碎碎念，心里呵呵两声。某人之前说只把我当妹妹，你现在又不是12岁，小祖宗。也不用叫祖宗，我鬼寿永昌，你神寿也不低，指不定啊，谁比谁更老呢。哼！他嘀咕完，忽然嘶了一声。哥哥可不会对妹妹做这种事。萧晨燕，你老喜欢欺负我，这混账男人真的和小时候一样喜欢欺负人。我要沐浴，你出去，你赶紧出去。今儿俩人几乎是只差最后一步了，倒不是他是个君子，只是他想到了严兰的提醒罢了。想到青武和那只鸡的婚约不解之前，他与他若有夫妻之实，对他会有损害，这是严兰提醒过的。把眼前的事解决之后，定要想法子让小豆丁与那只鸡解除婚约才行。她是我的王妃，我的妻子，弟媳。笑话，便是真弟媳，我也要抢回自己怀里。至于现在，先将府上那个倒胃口的冒牌货解决了吧。一想到对方顶着青武的身份，用着云峥的脸，萧晨燕的杀心又冒了出来。你是真饿了呀？骂谁呢？馋我家砚台那叫饿啊？就他那个身板样貌，加上一身功德煞气和魂力，谁不馋？你不馋？还没吃到嘴呢，这就护上了。我又不跟你抢。说的和你敢抢得过似的。我是说，你不怕遭雷劈？忘了婚约啦？洞房花烛一时爽，解除婚约的天雷劈得你进火葬场。怕个锤子！天雷劈下来，臭砚台顶着。天雷滚滚，我好怕，一道下来先劈他。你和他是真爱呀？那是，爱到让他替你挨雷劈呀。蚩尤要他的肉身，神族知晓他在人间轮回，也定会找他麻烦。桩件的，哪一个麻烦不比挨雷劈更重啊？若这些麻烦来了，我定也要护着他，与他并肩作战的。我不嫌他麻烦，我也不在乎他带给我的麻烦。同理，他也不能嫌我麻烦。喜欢是双方的事儿，付出也该是双方的。你刚来人间那会儿可不是这样说的。你要死啊！被掀了老底儿，某坏鬼恼羞成怒，一把捏住判官笔。萧晨燕听到他和判官笔吵闹的心声交流，不禁垂眸笑了起来。没力气了，走不了路，得你抱着。有力气吃饭没？手酸，要你喂。这该死的酸臭气，我迟早要被这恋爱的酸臭气给熏死过去。萧晨燕听到了那声充满羡慕嫉妒恨的不露痕迹的皱了下眉。我觉得你可以换个法器，那支判官笔不配你。不是，我招你惹你了？砚台哥你怎么这样？我决定以后不叫他砚台哥了，我要跟着秦武一起管他叫臭砚台，又臭又硬的坏石头。
阿苏娜住在王府最南边的小院儿，过去都是用来堆杂物的。她被领过来，瞧见这小院儿的时候，当场就气炸了。混账，怎敢如此欺我？砚台哥哥怎能坐视那女人这样作践我？郡主，燕王许是还不知情，大雍这边都是女主人掌管中馈，男子不问后宅事务。可他对我也太不闻不问了，而且他不是不喜欢那女人吗？我倒是觉得郡主应该先观察几日再做行动。郡王和燕王有儿时情分在，他不会不闻不问。郡主初来乍到，这里又是燕王妃的地盘，先低调一些也不为过。奴婢看来，郡主先忍耐些时日，做足可怜姿态，也好让燕王心软。你在教本郡主做事啊？奴婢不敢。也罢，我姑且忍忍，待我先站稳脚跟，再收拾那个贱人也不迟。到时候我就扒了他的皮，再制一面鼓好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别过来！我是云清武，我是镇国侯府的清武郡主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你是云清武，你也配？冒牌货就该有冒牌货的自觉。老娘今儿就要看看，扒了你这张画皮后，你的真面目是个啥玩意儿？珍珠还想着阿苏娜顶着云峥那张脸，多少能干扰一下那位小地基，结果从头到尾的那位连面儿都懒得露。珍珠的身影撤出梅园，穿梭于阴影之中，骤然涌出青色艳浪，宛如天罗地网朝他照来。冥府地基，名不虚传。初次见面，不应该说又见面了。叉叉，托你的福，我可是狠狠地享受了一回千刀万剐是什么滋味。你上一世渡劫，我害你惨死。若不那样做的话，我无法向族内交代，也无法让你安然地魂归地府。范幽欠我一命，答应替我做3件事，我也答应过他不对你下手，但我违背了承诺。我尽了最大努力弥补这个错误。巫族迄今都以为你仍在地府休养，所以呢，别说的你好像为我做了多大牺牲似的。你和范幽那老东西之间的糊涂账干我屁事儿？说的道貌岸然，若不是范幽还有利用价值，你会向巫族隐瞒我的行踪？表面隐瞒，实则你也没少留后手啊。那冒牌货是用我上一世的血肉造成的吧？刻意将他的模样捏成我大哥的样子，不就是为了防着我重回人间吗？我大哥云峥的魂魄何在？叉叉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会立刻回去阻止你的手下。那个冒牌货可经不起什么风吹雨打，他是乌鹏造出来的。你不会以为他与你大哥的关联只有那张脸吧？他那具肉身所受的每一分伤，可都会悉数作用在你大哥的魂魄上哦。金武的眼神瞬间变得赤红，如同血红炼狱翻腾出的鲜血，盯紧了他。一道身影出现在青武身后，是严兰。下一刻，青武身影直接消失。怎会路过燕王府？哎，回小公爷，皇城道往咱府上那条路石板坏了，城府衙门还没修缮好，最近这些天回府都得绕行。谢叔闭上了眼，他忽然感觉到了一股拉拽感，心脏处传来细细密密的抽痛感。你的七窍玲珑心可否借我一用？谢叔听到了对方的声音，那么熟悉，与记忆中的挚友一般无二。云峥，给我你的心脏。住手！他是阿正。面具落地，萧晨燕瞳孔收缩，死死地盯着对面那张脸，数不清的回忆在脑中纷繁闪回，俱是过往。阿燕，我被封少将军了。萧晨燕，你怎么又欺负我小妹？阿燕，等我成为大将军，为你开疆拓土。萧晨燕的手颤抖着，她大步朝云峥走去，而下一刻，数不清的黑色丝线从云峥身上翻涌而出，朝着云峥身上回搅。他身上皮肉翻开，血液翻涌，真正受伤的却不是皮肉，而是神魂。日炎神域，严兰脸色铁青，神色难看的一批。青武出现的时候，只看到他面前那坨已无人形，在逐渐崩坏的血肉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还没对他下手呢，他就自行崩坏了。师姐脱身，难怪不怕死啊！看来你还给自己留了污种。叉叉，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吗？是选择七窍玲珑心，还是你的兄长呢？两者只能选一呀。他什么意思？这毒妇早就料到会被你抓住，
来之前还给自己留了个巫种，金蝉脱壳。巫族石巫圣女巫真果然是有手段。他最后那句2选1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谢叔的七窍玲珑心可斩断大哥和那冒牌货之间的反噬联系，要么取心救我大哥，要么放弃我大哥，保住谢叔的心。哎呀，非得那七窍玲珑心才能解，咱们只要保证那个冒牌货不死不就行了？话说，你那人间大哥现在在哪儿都还不知道吧？你觉得那巫真真的会蠢到留下这种漏洞？便是我设法让那冒牌货长命百岁，巫族的手段你还不了解。就算我不去找，他也会主动把我大哥送上门来。他不笑的时候真的好丑。听说他现在是个没有自主意识的傻子，他要是恢复意识，知道自个儿差点把谢叔给黑虎掏心了，估计要躲在被子里哭几天。小陈燕，你现在必须得振作起来，之前那么复杂的局面都解开了，接下来只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好。我可是一朵娇花，你得把风雨扛起来，好好表现，挽救你大舅哥于水火，救命之恩，妹妹以身相许。瞧瞧，你一下子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了，他不把我许配给你，都显得丧良心了。雄起吧，萧晨燕，爷们儿就是要战斗。萧晨燕再度感佩于自家小女鬼内核的强大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她总是最先冷静下来的那一个，她不如她。本王是该振作，否则你大哥恢复意识，肯定第一个找我算账。那当然喽，所以啊，你可别拖后腿啊，萧晨燕。话说有件事我刚刚就想问了，为啥要让我哥和谢叔躺一起啊？两个大男人并排躺在一张床上，那安详的样子整得像是要合葬似的。我让三尸虫入窍，控制住了云正，不过他体内巫族的力量一直在作祟，但将谢叔与他放在一起后，那力量就会消停下来。那岂非在我们找到破解之法之前，他俩吃喝拉撒都得绑在一起？大抵如此。哎呦，谢子渊好看归好看，可他从小锦衣玉食的，都是别人伺候他衣食住行，哪会照顾人呢？我还想亲自照顾我哥呢。还是谢叔照顾你哥更好，都是男子，方便些。真让你照顾你哥，或许等不到找到破解之法，你哥就没了。你确定三尸虫把我哥制服住了？他可别突然睁眼给谢叔来个黑虎偷心呢，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。巫真只拿我哥威胁我，去拿我哥和谢叔一起设计你，要击溃你的心神。谢叔要是真死了，我遗憾大过伤心，但某些人嘛，怕不是要颠哦。臭男人的友情，你少说话。你说巫真咋不拿我威胁击垮你呢？萧燕台，在你心里，我哥和谢叔的地位是不是比我还高？连你哥的醋都开始吃了，吃云正的醋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吃谢叔。谢叔不是你儿时白月光吗？怎么现在不认他是你的白月光，觉得他是我的白月光了？白月光啊，谢子渊当然是我儿时的白月光了，可这话我就只对一个人说过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对呀，阿武，你只对我说过这句话，坏蛋燕台是怎么知道的？上一次这厮突然背刺判官比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这狗男人能听到我和判官比私下说话，这回不打自招了吧？白月光是什么？谢叔醒得太过于突然了，让一人一鬼措手不及。你没死，我哥也在喘气儿，我也诈尸了，惊喜不？啊！你醒了肯定会有很多疑问，我不打扰你们狐朋狗友间交心了。坏蛋燕台太坏了，他居然偷听咱俩的悄悄话，难怪他上次背刺我。阿武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呢？你重色轻友，我要闹小脾气啦！把你的脾气攒攒，传一波大的，我助力你去臭燕台跟前闹。那冒牌货呢？柴房里关着呢，命调回来了。王峰有点胆战心惊的瞅着青武，他先前差点把那冒牌货给弄死了，导致云峥被反噬，他有点怕青武迁怒自己。命令是我下的，你怕个什么劲儿啊？奴家虽然是听命行事，但还是害了云峥少将军，奴家心痛啊。这样啊，那我想想怎么罚你，省得你过于愧疚。倒也不必，其实也没有很愧疚。哼，自找没趣。柴房内，阿苏娜她的命保住了，但是那张脸却已经毁了。好阿杂的灵魂啊，这臭味都能把鬼熏晕过去，真不知道巫族从哪儿找来这么脏的灵魂啊！粪池地狱，青武掐了个指诀，又将阿苏娜的魂魄从身体里拽出来了一些。阿苏娜痛苦地惨叫起来。青武下手的时候很注意轻重，
拉扯阿苏娜的灵魂会让她感到痛苦，却不会让她真的受伤，自然也反噬不到云峥的身上去。咦，还真是一股屎味儿啊！应该是阴司下的老鼠帮巫族挑选出的阿扎东西，精挑细选出来这么个玩意儿，为了恶心我。是不是不敢杀我？你肯定不敢杀我，你不敢。放心吧，很快你就会求着我杀了你。就按照刚刚我将他的灵魂拉出来的力度来，每隔半个时辰将他的灵魂拽出来散散味儿。好嘞，保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马上要到王妃的娘家了，王妃可要提点为夫的。放心，我们当鬼的也是讲规矩的，你只需要遵守一个规矩就行。什么规矩？命硬就行。北爹爹，萧晨燕刚要抬手见礼，阴司不讲虚礼，打一架再说。好。下一瞬，北方鬼帝和萧晨燕的身影消失不见。果然呢，叫爹也不管用啊，该挨的打一顿也跑不了。臭砚台自求多福吧。下一刻，金武身影出现在一处鬼气氤氲的血池旁，一道苍老的身影在血池旁盘膝打坐，正是范幽的模样。你要死了不成？留下的分身居然虚弱的连形体都不稳了。回来了，查查。现在该说了吧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万载前的神巫大战，巫族战败，举族灭亡，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残魂回到了风举玉门之后，那里是巫族的大本营，也是他们这些年韬光养晦之地。蚩尤呢？神巫大战，巫族战败后，他当场冰解自身，留下精血，让巫族余孽带回风举玉门，而残魂则悄无声息地藏于混沌之气中。天后感混沌而生苍冥，蚩尤乃苍冥生父，附藏子魂中。他借由苍冥的出生重新现世。一开始巫族也以为只需如此就能顺利让蚩尤在那具身体中醒来，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醒来的是苍冥。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摧毁苍冥的意志，让蚩尤苏醒，却被你搅了局。这就是我上一世历劫必须死的原因。你的存在会克制蚩尤苏醒。蚩尤曾短暂的在那具身体中醒来过，也做了一些事。杀云峥，掀太子自焚。看来这些你都已经查到了。所以萧晨燕身上的夺命煞也是那时候种下的。夺命煞夺取的是萧晨燕的神性，他们夺走萧晨燕的神性，削弱他身上苍冥的力量，又将这部分力量转移到了萧氏其他人的身上。所以影猫才会说萧氏其他人都是小偷。但最可笑的却是萧氏皇族世代体内都有巫族的精血，他们身负两种力量，要么成为蛊王，要么就是苟延残喘的残次品，以血脉为蛊场，代代诛杀，最终决出一个萧晨燕。查查你长因果，这些事只要被你抓住线索，就瞒不住你，所以巫族才那么忌惮你啊。巫真设局让萧晨燕2选1，也是同样的目的。想来这世上没人比你更了解巫真，此局该如何破？云峥无魂无魄，止于一缕执念。巫鹏以他的执念造出了如今的他，执念所解，他便会彻底消亡。唯有七巧玲珑心能与他换命。要破此局有2个办法：其一，找到云峥的魂魄；其二，蚩尤出手。第2个选择，想也不想就可以否决。巫真不是傻子，我大哥的魂魄肯定在他手上。你偷了我的魂器精血去和白毛姬订婚，是不想我卷入这场纷争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查查你了解真正的苍冥吗？曾经的苍冥欲灭我地府你降生时3界皆生异象，也是因为你的降生，神族才会忌惮地府。查查你的降生在3界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便是我也不知晓地府为何会运生出你来。你的存在必然有某个原因，你的力量不只能克制巫族，也令神族忌惮。巫真有句话没错，巫族对你造不成威胁，你真正该忌惮的是神族，又或者说真正的苍冥。这就是你让我和白毛姬定下婚约的理由，怕我步你后尘，为了感情剖心剖肝，没了自我。白毛姬知道你这么坑他吗？他虽顶着私生子之名，却是天帝唯一的儿子，来日继承其位，名正言顺。你若与他成亲，便是神族天后，神族自然不会再忌惮你。倪颜虽脑子有点问题，但他乃孔雀大明王，有吞食天地之神通，他若治好了癫症，未必不能与苍冥抗衡。
谢谢您嘞。原本简单的局面让您弄得雪上加霜。我不是称职的辅君，也配不上被你叫阿父。我希望你别走上我的老路，茶茶，始终如一的做你自己吧。你因苍冥而生出了一颗心，但那颗心是属于你自己的，莫要因任何人而迷失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老东西，你的力量去哪儿了？回人间后北上吧。巫族残余在人间的力量都在那边，我能争取的时间不多，只有60年。我给你留了一件礼物，茶茶，我的爱女。范优要去干的事儿，你早知道？也没多早，他不久前回来过一次，我才知道他留在丰都城的是一具分身。他去找死去了。哦，应该已经死了。留在家里吧，别去人间了。被爹爹又说胡话了。刚刚我还是应该揍那个小子一顿。晚了，先前给你机会出气，你不揍，现在可不许揍了。范优给你的警告，你是一句都没有进耳朵呀？啊，那小子克你，谁克谁还说不准呢。你别不信邪。我当然不信了，我是地府所化，这世间还有比我更邪的，我不信邪。世间之邪皆该向我俯首称臣。北方鬼帝看着他，眼底有慈爱，也有怅惘，他知自己阻止不了他。罢了，随你去吧。地府里有我替你坐镇，若是遇到委屈，被人欺负了，甭管对方是谁，往家里来个信儿。那必须的呀，北爹爹给我撑腰。他笑着，眼睛却像在哭。我要回人间了，我要北上，我总要去看一眼老东西走后消失的地方。他一个人走得怪孤单的，他那么喜欢乌珍，我想送乌珍去陪他。北爹爹，你说老东西会怪我吗？就算怪了也没辙了，谁让他敢这样就死了呢？乌珍呢，我非杀不可。风举玉门怎么会无端消失？没了风举玉门，我们就和族内失联了。请圣女谶纬，给我们指示。范优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地府，选择了他的爱女。他以肉身神魂为赌，封住了风举玉门，让他们这群先一步回到3阶的巫族前锋成为困兽。风举玉门不用再指望，接下来咱们得孤军奋战了。当年做出的那批巫勇也该派上用场了。乌珍顿了顿，有只老鼠从风举玉门里溜出来了。风举玉门中都是我族人，何来的老鼠？是我疏忽了。范优当初帮忙去归墟盗回了石屋骸骨，却没有立刻交到我手上，怕是那时他就暗中布置。也正是那只小老鼠与范优里应外合，才关上了风举玉门。范优死在了风举玉门内，而那只小老鼠却被他送了出来。乌珍此刻之所以如此气恼，是因为他感觉到了被他藏在风举玉门内的云峥魂魄出现在了人间。谢叔的七窍玲珑心能缓解云峥身体的自毁，所以自他醒来之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。行走坐卧与云峥间的距离都没有超过10步。躺在床上的男人突然睁开了眼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谢子渊，你何时成断袖了？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居然缠我身子，你到底把我绑来什么地方了？你老实些。我到底在哪儿啊？燕王府。燕王？大庸几时有了个燕王的？哪个倒霉蛋这么不招待见，得了这么个封号？萧晨燕。哦，这封号挺好的，怪特别的，很配他。哎，陛下下诏派父亲和我前去北境，现在北京是什么情况？胡人也不敢南下，北京安稳。那场战我们赢了。谢叔沉默了，云峥神色不变，心里却是咯噔了一下。其实醒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，瞧见谢叔明显是青年人的样子。云峥瞧见木英之后也是一愣。表姐。这声表姐让木英控制不住落了泪。看样子我好像遗忘了很多事情，像是黄粱一梦，再一睁眼就沧海桑田了。表姐变老了，谢叔变丑了，我应该还没秃顶呢吧？他突然醒来，恢复了意识，但他的记忆好像还停留在12年前他奉旨离京时。我与他慢慢说吧。他醒来的事还请叶先生告知燕王知晓。现在是哪一年了？元昌48年。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元昌36年。哎，阿燕怎么会被封燕王？先太子被诬谋逆，分于东宫，他被褫夺皇长孙身份，封为燕王，发配北京充军。荒唐！云峥，你不问问他吗？谁？你妹妹。啊？
我哪来的妹妹？云峥记得所有人，唯独忘了青武。就在王府众人都在为这件事情疑惑不解之时，青武和萧晨燕突兀地回来了。我哥他忘记我了。我先进去看看他。也好。此刻青武的冷静让众人都感到害怕。死鬼啊，你心里不痛快就发泄出来吧，别憋着。乌珍那歹毒婆娘肯定又是她的奸计。叉叉，叔替你削他，这回绝对不让他跑了。无妨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不必担心。本来在他身上的巫术解开前，我就要避免与他见面的。巫族是以我哥死时的执念将他重塑而出，而他的执念就是找到我。这不对吧？他的执念既是找到你，那醒来后又怎会忘记你呢？如果我哥在见到我的瞬间执念变消，他也会立刻消亡呢。这巫真的脑子淬了毒了吧？这是连环计啊！怎么又连环计了？你们又打哪儿看出来的？得知云峥醒来后竟忘了自己，你会怎么做？自然是冲到云峥面前一探究竟。如果死鬼当真去见了云峥，就正中巫真下怀。为了不让云峥立刻消亡，他和表妹夫就必须立刻做出选择，是保云峥还是保谢叔？那歹毒婆娘的心是莲藕变的吗？怎么那么多心眼子呀？青武语气干脆，点兵点将，北上干他丫的就对了。那我就等着地基殿下为我等小鬼指明方向了。萧晨燕进了屋内，时光似在这一刻都缓慢了下来，仿若回到了少年时。他还是那个鲜衣怒马的皇长孙，他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将军，他还是那个金贵持重的小公爷。阿燕，好兄弟，你受委屈了。萧晨燕听到这话有些失笑，一个死了还被做成傀儡的人安慰他这个大活人，多少是有些不伦不类的。怎么不说话？还真是和阿叔说的一样。你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北境风雪大，都把你冻成冰人了，这脸臭的哟。我欠你钱了。快要而立之年了，总要比你这个没机关的稳重些。云峥现在的记忆性格都停留在少年时，的确是个没籍贯的。听说你娶妻了，弟妹是怎么忍受得了你这张冷脸的？他对我情有独钟，我对他亦如是。够了，你现在变得我都要不认识你了。你还是那个发誓天下不定誓不娶妻的萧晨燕吗？人总是会变的。是啊，都变了。过往他熟知的一切都坍塌变相了，他像是被时光抛弃。郑国侯府没了，父母没了，一起奋勇杀敌的10万将士也没了，只有他还停滞在那个过去的时间里。我听说我还有个妹妹，可是我为什么不记得她了？不记得也不是坏事，可我想找到她。其实我醒来时就觉得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。先前阿叔提起我还有个妹妹的时候，那感觉就像是醍醐灌顶一样。说来也很奇怪，这个被我忘记的妹妹给我一种必须要找到她不可的感觉，似乎找到她才是我存在的价值。不急，慢慢找便是。你先养精蓄锐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。我父王之死，郑国侯府之冤屈，还有那战死的10万将士，他们都不该潦草儿戏的落幕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有仇报仇，设计的蠹虫等住。你这趟回去看来收获不少，找到破解之法了吗？只需找到我大哥的魂魄就能解决。老东西让我北上，正好巫族留在人间的余孽也在北边，我准备即刻动身。表妹夫与你一起吗？我先行一步，他要留下解决一些事情。说了半天，老东西现在啥情况啊？你回去就没好好捶他2拳？这色迷心窍的瞎眼老鬼，不好好收拾可不行啊！你没机会了，他死了。叉叉，你别瞎说啊，我可要生气了。我也希望这是个玩笑。我要回去一趟，我不信。叶幽叹了口气，你想不想哭？可以借你靠会儿，不收钱。怎么，你还没进鬼窑子卖身，就迫不及待的想接客了？生意还做到自己人这儿来了？嘴还是那么毒，看来你还顶得住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云少将军，云峥。所有认识云峥的人在看到他的那一刻都生出了一种恍若隔世之感。今朝诸位大臣前来，共同观瞻我大庸蠹虫之首。此大恶无德无行，以私欲乱朝纲，杀骨肉，害忠臣，见人命为草芥。一国之君蝇营狗苟，沦为邪魔外道之走狗，何其可笑！此盛景千载难逢，今与诸君共赏。随着他声音落下，
所有朝臣都看见了那不人不鬼、宛如怪物般的身影，那是他们的皇帝。哗然声、尖叫声响彻不绝。臣乃大理寺少卿，今日小猫大不韪，斗胆朝天子问罪，请燕王准允。允。臣斗胆问君，10年前北野之战，郑国侯满门以10万将士战死北境，可是陛下您于草原里应外合。是朕干的，是朕于草原里应外合，郑国侯府必须死，那10万将士也必须死。为何？为何？当然是因为他呀！郑国侯府若不谋反，先太子如何获罪？他如何众叛亲离呀？我萧氏皇族是被巫族选中的天命之人，那萧晨燕乃是圣王的容器，他必须得众叛亲离，被世人唾弃，受尽白眼，受尽屈辱。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一个孽障！你毁了我萧氏的荣光，我们本可以凌驾于这些凡人之上啊！身为社稷之主，为一己私欲残害护国将士；身为君父，污蔑子孙，设计先太子自焚，愚弄朝臣，颠倒黑白。昏君现已认罪，请燕王圣裁决断。文武百官心神俱震，已然呆滞。朕乃天子，乃人皇，这人世间万物何该由朕驱策？你们不懂，你们这群凡夫俗子如何能明白朕之远见？是你，都是你毁了人族基业，毁了萧氏未来。朕本来可以长生的，朕该长生的。圣王您快苏醒！圣王啊！请燕王圣裁决断。弑父杀君，有违天和，乃大罪。可此刻所有人的心念达成了一致，此昏君不死，才是苍天无眼。百官齐齐跪下，请燕王圣裁，杀昏君，诛无道，还社稷清明，让中古瞑目。请燕王圣裁，杀昏君，杀昏君！少将军云征，出列，昏君当诛。本王许你亲自执行。云征拔出佩剑，一剑又一剑，将老皇帝千刀万剐。云征每一剑下去都恰到好处，将老皇帝还留着一口气才。云征将佩剑丢下，眼神冷厉。如此秽物，千刀万剐都不足够。如此秽物就应该被大火焚尽。敕令，火神奉诏，焚恶除魔。烈火自天寿殿而起，火焰卷住老皇帝的残躯，火光冲天，一如10年前东宫燃起的那场大火。老皇帝咽气于烈火中，身躯魂魄都被焚灼得一干二净。殿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当务之急是即刻选出新君，早早继位，安定民心。老臣斗胆，请殿下登基为帝，还请殿下莫要推辞。此事不急。为何？待解决掉巫族之后，再举行也不迟。好一个范攸，他真是好算计啊！竟将乌鹏的遗骨给了你，让你潜入了风举玉门之中。他就是乌珍追踪许久，从风举玉门逃出来的老鼠。第6殿变成王。果然是我诬陷了他，他又骗了我。难怪他毫不犹豫就答应替我入归墟拿回石巫遗骨。从一开始，他的目的就是借用遗骨，让你混入风举玉门，方便你与他里应外合，将门封印。范攸啊范攸，你果真是好算计！呸！你个活了万把千年的毒妇老大娘，你装个屁的深情怨妇啊！就许你一肚子阴谋诡计，不许别人算计你是吧？真心给你这种老大娘与喂狗有什么差别？她曾爱上你就够犯贱的了，你还盼着她继续犯贱下去？敢侮辱圣女，你该死！哼，还没说你呢，你上赶人讨骂是吧？你贱不贱呢你？这老大娘让你用血迹困住，是拿你当炮灰使呢，你还挺心甘情愿的。你们巫族啊，还真是一群贱精！别与他废话，他在拖延时间。哎呀，发现了，可惜啊，晚了。几乎是在变成王声音落下的瞬间，恐怖的威压从天而降。又见面了呀，老大娘！阿罗刹天！
怎么不叫叉叉呢？你不是最喜欢和人套近乎吗？只是关了你家大门，让你们这群狗回不去家罢了，这就破防了。这点压力都顶不住，白活了这么多年了呀，老骨头棒子。区区鬼物，胆敢对我族圣女口出狂言，聒噪！叉叉，我必须承认我输了，可是你们同样没有赢，无人能阻拦吴王，阻拦我巫族回归。小老鼠，你就给我陪葬吧，以自身为祭，与那只老鼠身上云峥的魂魄一起湮灭。只要云峥的魂魄毁灭，要阻止他的消亡，就必须让我王蚩尤苏醒。敕令：吾阿罗刹天命人间开轮回，往生阵起。乌真他的力量在被往生阵吞噬。阿罗刹天，你做了什么？你要利用我大哥的魂魄翻盘，若是掌握不了，就要玉石俱焚。范幽了解你，所以他亲手为你打造了这样一个绝境。我能斩3界因果，但你巫族不属3界5行，你们的因果乃我管辖能力之外。即便范幽将风举玉门强行封印1甲子，1甲子之后，你们巫族照样可以卷土重来。要斩断巫族因果，唯有借巫族之力。多亏了你的玉石俱焚，让我可以借用你的力量斩断你们巫族留在人间的因果。不，住手！阿罗刹天，你住手！乌真现在全都明白了，都是局。从范幽去归墟稻谷开始，包括让卞城王逃出风举玉门，将他引来此地，这是范幽为他写好的死局。范幽，我和范幽万载情谊，到头来却比不过阿罗刹天这个便宜女儿。阿罗刹天，你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阻止我王复苏，不过是加速你自身的死局罢了。萧晨燕、苍明，你迟早会死在他手上，你和他注定只能活一个。轰了一声，乌真的身体轰然碎裂，他的一切都被大阵吞噬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头疼，心疼，浑身都疼我要散架了。得姐姐拉我一把，要不我背你？我瞧你身上的骨头像是全碎了。少年鬼王敏锐地感觉到了危险。姐姐啊，我这回可是深入虎穴立了大功了，你就不能宠宠我，迁就迁就吗？我屈尊降贵准备背你了，还不是迁就？可你也威胁要打碎我一身骨头了。府君是用最后的力量将我送出来的，他将自己的魂魄与风举玉门融为一体，借此来挡住巫族。老东西他，姐姐，没事，早知道他要死的，这结果不意外。我大哥云峥的魂魄呢？要不姐姐你猜猜，他的魂魄在何处？不在你手上。云峥的魂魄可是关键，府君设局要利用巫真的力量，斩断巫族留在人间的因果，自然不会让我带在身上。我身上带着的只是云峥的魂器罢了，用来吸引巫真的注意的。难不成老东西早就把我大哥的魂魄偷出来了？也不算早吧，只能说是声东击西。我在这边吸引巫真的注意力，至于云峥的魂魄嘛，自然是暗度陈仓了。巫真能感应到我大哥魂魄的所在，老东西是用什么法子隐蔽我大哥魂魄气息的？冥王珠。迷言的冥王珠。府君将云峥的魂魄藏在了冥王珠中，偷偷丢入了轮回道。他说待尘埃落定后，这颗珠子自会寻到云峥的身边去的。他能不能少整点这阴间玩意儿？现在这叫怎么回事？我大哥的魂魄不晓得投胎到谁的肚子里去了。我现在是要效仿夜游，养大个奶娃娃。大哥，怎么是你这个老六？哼，你管谁叫老六？六爷。卞城王哼了声，上下打量夜游，瞧见他手边的月影毛后，眼睛极度的发红。姐姐对你可真好啊。夜游干巴巴的笑了，偷偷给金武使眼色，赶紧管管这个醋坛子鬼啊！你打我，你居然打我！我在风举玉门里面忍辱负重的拼死拼活，你在外面宠幸其他的小鬼，你还把月影毛赐给这个死眯眯眼。给我就是一巴掌。姐姐，你太偏心了。你不是说打是亲骂是爱吗？我给你一巴掌你还不乐意了？那我也想要点
实质性的宠爱吗？回老家，我私库钥匙给你，你自己去选。随便选啊！早知道有这好事儿，我也愿意去风举玉门内当奸细啊！就知道姐姐最爱的还是我。区老六，论争宠，你就是个弟弟，真期待啊！这老六知道死鬼长出了心，且对表妹夫动了真心后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，肯定会哭得非常好看。北野城，金武他出现在城楼上，然而下一刻，男人的身影瞬间闪现，原本还黏着青武的变成王，下一刻他直接被撞飞。回家了就好。乌真死了，巫族与人间的因果彻底断了。我家的小豆丁真厉害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姐姐！小六，他是你姐夫，收住你那一身鬼气，伤着无辜凡人，别怪我抽你。你要使性子，就找处没人的地方发癫。去就去，我才不受这委屈呢！漂亮，要让这老六吃瘪，还得看死鬼的。你那六弟怎么回事啊？能怎么回事啊？少年鬼脾气大，让他自己去发会儿癫就好了。金武简单的说了自己那边的进展。听完范优的鬼操作之后，萧晨燕表情也一言难尽。云正的魂魄被送去投胎了，不好说算不算投胎，反正他的魂魄在迷岩的冥王珠里，那珠子被丢入轮回道，小六也不知道范优将冥王珠投入到哪个道里了。希望别是畜生道，否则大哥妥妥要有个狗兄弟呀！萧晨燕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我听说你是跟着北叔长大的。所以呢？挺好。若你真是在梵幽膝下养大的，说真的，他觉得自己即便身负苍冥神魂，有巫族之力，都禁不住他的折腾，会被折腾死。金武哼了声，想到城外那10万阴魂，得送他们归家才行。这件事还得劳烦王妃了。怎就劳烦了？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他们是北野军，是我父亲麾下的将士，抚慰他们的阴魂，也是我的职责。我没有找到岳父岳母的阴魂。金武心里有一个猜测，乌珍既然想用大哥来威胁他，又岂会放过他上一世的父母？可直到现在，他父母的魂魄都没有出现，极有可能他2位的魂魄已经出世了。10万阴魂的事儿，我会助他们往生。倒是你，蚩尤的意识可还在你的神魂里睡着呢，不解决它，这个隐患就一直在。大雍朝堂被杜重昏庸者横行10年，积累的冤假错案可想而知有多少。卖官驿爵的事儿没少干，这还有什么证据？直接杀了就是。还有这些宗亲强抢民女、强辱幼童，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。你们这是什么办案速度？搜证搜证，搜什么搜？直接抓来，一顿鞭子伺候，看他们招不招。谢叔额角青筋冒了冒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滚出去！滚出去就离你10步远了。那就滚到10步出去，闭上你的嘴。1步2步，一道流光撞破窗户，下一刻那流光撞入他体内，云峥身体僵住，猛地闭上眼。谢叔脸色大变，刚刚你的魂魄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我险些杀了你，我竟险些杀了你。你冷静些，我还活着。他看着谢叔，眼里的愧疚几乎要化为实质。北境，金武忽然感觉到了强烈的心悸。怎么了？刚刚小白雪给我传信，大哥他的魂魄归位了。金武单手掐诀，化为一面水镜。你过来，你快过来！萧晨燕被他拽到水镜前，他却躲在了他身后，竖起耳朵，不敢露头。远在万里的大理寺衙门内，云峥宛如兔子般红透的眼落入萧晨燕的视线，兄弟2个隔着水幕凝望彼此。魂魄归位了，感觉如何？不太好，之前像傻子那般，让你看笑话了吧？还好。阿正，乌珍死了，草原上的巫族已灭，当年战死的10万阴魂也被迎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的魂魄可还安好？魂兮安在。阿正，要来北京吗？来迎你的袍泽，来送他们归家。云峥用力点头，这具残破的身体，遍体鳞伤的灵魂，像是又被注入了生机。果然这世上最了解我大哥的就是这臭砚台啊！2人打小狼狈为奸，一条裤子没白穿。我小妹，你知道我小妹在哪儿吗？出来吧，现在的她不会看到你就死了。我大哥，你哭鼻子的样子还是那么丑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哦。对不起，大哥瞅到你了。兄妹2个隔着水镜相看泪眼，
一个想哭哭不出来，另一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萧晨燕透过水镜与立在云峥后方的谢叔交换眼神。这酷狗哭得好烦人啊！你阻止一下。你与他常年狼狈为奸，你心里上了。阿燕，你为什么会和我家五五在一起？啊，我哥问你呢。你是真爱看你哥哭的样子。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与青武成亲了，开心吗？阿征，开心吗？什么东西？成亲？谁和谁？来北京吧，我和青武还有10万阴魂都在这里等你。等等，云峥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妹妹怎么会和阿燕成亲？不是，萧晨燕这狗东西什么意思？他娶了我妹妹五五，不是，他可是看着五五长大的，他不是一直把五五当妹妹看吗？这是人能干的事吗？等等，这么说，燕王妃就是五五？哎，你们一直瞒着没告诉我。谢叔此刻内心就2个字：好烦呢。萧晨燕那厮肯定是故意的，把这烂摊子丢给我，的确是个狗东西。萧晨燕之前怎么说来着？他说燕王妃对他情深不寿，爱得无法自拔，搞了半天他说的是我妹妹。这孙子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阿叔，谢子元，你也是五的兄长，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你怎么能够坐视萧晨燕对他下毒手呢？那我真是对不起你了。我要去北京，现在立刻马上就去。走吧。我现在脑子一团乱，你给我说说你知道的。五小的时候最烦阿燕了，怎么会被他骗了去呢？要说他被你骗了去，我都觉得有可能。毕竟你这张脸从小就骗小姑娘，可阿燕，虽然长得也不输你吧，可她那性子多恶劣呀！我哪次见到她不被她捉弄哭啊？这魂魄真还不如不归位的好。我可奉告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把你屋子里的东西全部弄乱。谢子苑，你想清楚了，你知道我搞破坏的实力吧？深夜的大理寺府衙内，谪仙般的大理寺少卿大步追打着自己的好友。谢叔，哎呦，我错了，你别打脸嘛，打坏了误会嫌弃的。哎呦，谢子苑，你这个人真是的，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除了少年时，这10年下来，今儿算是第1回如此失态。遇上云峥这魂不吝的仙人，也会被气得暴走的。纵然过往伤痕累累，可能够找回灵魂，能够寻回记忆，如此才能完整，不是吗？欢迎回家，云峥。姐姐，他们不愿意去轮回。小姐。放鹤说，林放鹤乃是镇国侯的左副将。听闻青武问起他们为何不愿去轮回，我们想要赎罪。萧小姐身份不同凡俗，能否回答末将，这人世间能保多久太平？凡有贪欲，便不会有太平。凡人之争，无非权势财帛。若只是如此，那人间太平只需一位明主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看了眼萧晨燕。可若涉及鬼神巫妖呢？寻常凡人如何保自身安危？你们是想？请小姐与燕王助我等留于人世，愿以我等残魂护人间正道，为苍生万民。我等纵魂飞魄散，也想为人开太平。青武像是看到了一团炽热燃烧的烈焰，而这一群将士的执念并非是为私欲，而是为苍生。青武深吸一口气，给我一些时间。青武离开前写下了阴文符阵，让阴魂们可以先入阴阳路中休整。姐姐，你当真要助他们留在人间未到吗？有何不可？此举有违3界秩序，若生动荡，对阴司并无好处啊。巫族的风举玉门都已经开到人间来了，人间和地府都被卷入其中，3界还有什么秩序可言？你还不懂吗？若无人间，何来的阴司？同样的，36重天上那些神族虽瞧不起人族，可你真叫他们放弃人间，他们也是舍不得的。凡人供奉的香火对他们亦是滋补，凡人斩3尸想羽化登仙，殊不知那些神族下凡历劫，历的就是39重7情6欲之劫。因果循环，5行3生，这3界本就是环环相扣的。风举玉门被封印，不是终结，只是开始罢了。巫族只是被困住，不是被灭族。别忘了，直到现在，神族都还没有露面呢。哼，一个处男人罢了，他到底哪里好？姐姐怎么就偏对他，竟对他生出了心？我不服。我也说不出他哪里好，大概是我馋他的身子吧。姐姐，你忘了乌珍谶纬不成？乌珍临死前的谶纬提起过，他和萧晨燕注定只能活一个，不管是蚩尤的意识还是苍冥的意识都不重要。萧晨燕是萧晨燕，他不会是蚩尤，也不会变成苍冥，你懂了吗？
不懂女人啊，不，女鬼，你就是被男人的身子迷住了，色令智昏。不懂就死开，油盐不进的臭小鬼。没等变成王继续撒泼打滚儿，几道身影相继出现。今日本座召尔等来，只为2件事。先说其一，人间有10万阴魂，本座欲为他们封官造册，令其可食阴露，享香火。10万阴魂，真是阴魂，而非是寻常的鬼魂吗？阴魂和鬼魂虽都是鬼物，但前者不同于后者。阴魂乃是被天地规则所承认的，阴魂入地府基本都会成为鬼将军，不管是5方鬼帝也好，还是10殿阎罗，都巴不得麾下能有这样的鬼将军。我中央城愿为10万阴魂授印，这10万阴魂来多少，我中央城都能吃得下。哼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那鬼舌头？你中央城才多大地方啊，你还想全占了啊？你们那么激动做什么？整得好像我要把10万阴魂分给你们似的，怪搞笑的。你玩我呢？这10万阴魂会留在人间，荡恶平魔，护持正道。听说地基殿下在人间有了一个相好的，按说看在星姑爷子的面上，我们阴司出点血套也没什么。可是地基殿下不能克扣娘家，贴补婆家呀。阿忠这话有理。我说大侄女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你莫要被那吃软饭的给骗了。你们也别觉得本座胳膊肘往外拐，有好事儿，本座自然也是记得咱们鬼族的。诚如你们所知，本座在人间有了个相好，他为人大度，有大气运，颇为贤惠。待本座那相好的登基为帝，称人皇之后人间幽冥缔结姻亲，只需本座点点头，让尔等在人间修修金身立立庙，吃香火享供奉，还不是洒洒水的事儿。都是香火，凭什么只有神族那些家伙开庙立观享供奉啊？只需鬼出那么一点点力，人鬼一家亲。就说那人间朝堂上不乏一些贤臣良将，待这些人死后入咱们地府，又是干事儿的一把好手。就譬如如今人族朝堂上那大理寺少卿谢书、大将军霍毅，就问你们馋不馋？这样的左膀右臂想不想要？要！这种能干活的驴啊，不，贤臣良将多多益善呐。既然大家都没意见，那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届时还请4位鬼帝与10殿阎罗一起为10万阴魂授印，为他们封正鬼将军。今午给鬼帝和阎王们画完饼，哄骗他们在封诏上盖上了自己的鬼王印之后，就让他们滚犊子了。我要求不多，10万英灵，让我选100个。哎呀，北叔啊，你这不是让我乱规矩吗？用得着我的时候就叫爹，用不着的时候就叫叔是吧？哎呀，北爹劳苦功高，选100名阴魂为北帝城鬼将，那也是合情合理啊。不过这100名鬼将平时依旧得镇守人间，北爹意下如何？我找他要人，他同意了，结果就是我免费出力替他训兵，算盘打的是真响啊。那我先去替你点兵点将，挑选鬼才啊！滚！记得把那只醉鸡一同带走。老东西那不省心的干儿子呀！严兰是个不省心的，你又是个什么省心的玩意儿吗？一个孽畜，一个孽障，半斤和8两。老东西死了，我现在是鬼大王，你是他坐骑，按道理你也要给我当坐骑了。老子是你叔，你居然想我给你当坐骑？老东西还是你爹呢，不照样骑着你到处飞吗？那能一样吗？走了，跟本座去人间干活。你怎么会来地府？顺路来接你。你不是在人间待着吗？怎么顺路来接我了？有小礼物要送给你。河图洛书哪来的？你上天抢劫去了。河图洛书太不一般了，此物蕴含天地一丝道运，可以滋养神魂。今午回地府，令鬼帝阎王们一起为10万阴魂受封，让他们成为鬼将军，此乃幽冥鬼力对其的认可。而萧晨燕借河图洛书温养10万阴魂之魂力等，若是赋予他们神力，
鬼族之力与神族之力同时被赋予在他们身上，这10万阴魂将成为真正的鬼神之君。萧晨燕笑了笑，没瞒着青武说起自己去了一趟蓬莱的事儿。蓬莱丘原来是苍冥的洞府，几个意思啊？你洞府里的宝贝就剩这点了，这能忍？必须找回来，便宜别人不如给你叔我当酒钱呢。你有苍冥的记忆了？哦，没有，只是看到旧事旧物会有点熟悉感。不过此番去蓬莱倒还听说了一些别的事。何事？抱歉，苍冥是个脏东西。萧晨燕，你这渣男般的开场白是怎么回事啊？说说看，怎么个脏法？主人，你要是回答的不好，你有没有觉得熊妈妈主母会赏你一个头衔2秒？萧晨燕垂眸，交上一本名册。金武扫过名册上一个个神女仙娥的名字，笑容越来越深，眼神也是越来越冷。这花名册称挺好啊。几个意思呢？你是想说苍冥这脏东西勾搭的红颜知己与你萧晨燕无关？虽记忆混沌，但萧晨燕不想对青武有任何隐瞒，更不想因为这种事儿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与其日后误会，不如他老实坦白。苍冥倒不至于是个脏东西，但狗东西是真的。这花名册上写的那些莺莺燕燕，你认识？认识几个。以前天后那老太婆闲得蛋疼，没事儿就给她儿子苍冥乱牵红线。这花名册上的神女仙娥都和苍冥牵过红线。要说苍冥这狗东西吧，他也不配有道侣。这些神女仙娥与他绑上红线，奈何都无缘分，短则呼吸间，长则2、3天，这红线便断了。哦，说起来倒是有一个神女与苍冥的红线绑了挺久，神女妙音，她是天后的外甥女儿啊。苍冥与她绑定过红线，虽然红线最后也断了，但却绑了3个月，算是维持的最久的了。要不是因为焚天之乱，怕是苍冥已经和这个妙音的成婚了。哦，你这趟去蓬莱见着自己的老媳妇儿没有啊？叔啊，你说我这算啥呀？这不乱套了吗？嗨，男人嘛，下一个更乖。青武直接走了，翻着白眼儿道：莫挨老子。你小子过去贼精贼精的，这次居然犯蠢自己主动找骂，哼，可真有意思啊。结果变成这样，萧晨燕也不算意外，只是内心也窝火。苍冥干的蠢事儿，黑锅他来背。我的前身苍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严叔，你眼中看来苍冥为人如何？没正面打过交道，反正吧，若非你实打实是苍冥的神魂转世，我是真不信你是他。苍冥那家伙吧，按我的个人了解来看，这厮适合为帝，适合为王，适合为将，但绝不适合为人夫君。老子现在就在乎一件事儿，我家叉叉能不能过得开心畅快。只要他与你在一起是开心的，就算你老子爹老子娘不乐意，老子也要揍到他们不乐意都不行。可谁若是让他不开心了，老子捅破这天地也要弄死让他委屈的家伙，因为老子的家人就只有他了。谁？除了眼睛外，还真没一点相似的，尤其是比起本君来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迷言见过兄长，还请兄长莫要怪罪小弟才是。谁是你兄长？说的什么与什么？你是我那小冤家在人间时的兄长，自然就是我的兄长喽。难道叉叉没有告诉兄长你吗？我可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夫，婚契刻在3生石上的那种哦，才不是什么人间野男人可以比的那种。唉，我这当妹夫的到现在才来拜见兄长你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兄长为何不说话？是太过惊喜了吗？我知道我很完美，兄长不必惊讶。再相处，你会发现我比你想象中更加完美。这只蜂鸟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叉叉指的是我妹妹青武吗？见鬼的妹夫，什么玩意儿都敢打我妹妹的主意了是吧？青武气势汹汹地回了北野城，那阴沉的俏脸，浑身散发出的杀气，让判官比都瑟瑟发抖，都想给砚台哥点柱头香了。阿武呀，苍冥干的事和砚台哥也没什么关系，是吧？严叔叔也说了，虽说苍冥和不少神族小娘皮系过红线，但是身子还是干净的。你要是嫌弃，咱们把它丢3川河里洗一洗，捞出来将就将就，还是能用的。你当洗猪下水呢？要不再给它加几斤香料，卤入味儿了，更好下嘴。可以吗？
青武翻白眼儿，就想把这个纯笔头的毛给拔了。骤然，一根纯白无垢的羽毛宛若箭矢朝他袭来。舅兄在我手，冤家速速来拜堂。啊！这是白毛吉的传信！什么舅兄？他说的不会是云峥大哥吧？这只电击把云峥大哥给绑架了。很好，把臭砚台下锅炖了之前，先杀只鸡吊汤。当着大舅哥的面可不好打我哟。当着我大哥的面儿，我更该砍死你。哎呀，舅兄在上，可要替我做主啊！你妹妹她又欺负我，那臭不要脸的样子，让兄妹俩都黑了脸。别管我，砍死他！哎呀，真是过分呢！怎么能这样对你的漂亮妹婿呢？在看到青武出现鸢尾发印之后，一把将云峥推向青武。哎呦，冤家你动真格就过分了啊！知道怕还敢作死，你真是活腻了呀！是啊，早腻了，想去你的地府给你当民夫，你说不说？大哥，你去外间等我。云峥不太放心，心里也很郁闷。好不容易见到妹妹，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知道自己留在这里也没用，还会拖累妹妹，不如离远一点，省得妹妹束手束脚。你跑来人间发什么癫？老丈人死了，我这当女婿的自然是来给他奔丧喽。我说错话了，小冤家你打吧，我不还手，让你打脸，再不然让你烧我头发，但别烧光哈，烧光了我要哭的。少废话，绑了我哥把我引来，你想做甚？老丈人死之前来见过我，他给你留了一件礼物，让我交给你。怎么，他没告诉你？没说。他没说，那说明留给你的东西并不重要。哼，若不重要，他整那么多弯弯绕绕做什么？哎呦，我这脑子忘了。小冤家要不要猜一猜她是谁？神族女子，你打哪儿插来的？天外天，这女人叫妙音，乃是天后的外甥女。叉叉还记得我那位太子大哥吧？他算是苍冥的未婚妻哦。所以呢？你就一点不生气？我气什么？哼，谁还没点未婚妻未婚夫啥的呀？反正未婚妻未婚夫这种玩意儿，还不是说宰就宰了？狠心的坏女鬼，这么想宰了我呀？你之前答应我的呢，说好的苍冥和我之间选择我呢？我说过吗？哎呦，我还当是什么东西呢？原来是根钗子。老丈人这是为你准备的嫁妆。金武握着钗子的手猛地一紧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。范幽在钗中给他留了消息，范幽留下的消息只有青武一人能听到。哎呀，看来老丈人背着我和你有小秘密啊，是偷偷给你留了信儿了？范幽的确给我留了信，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刚刚范幽的声音传入脑海，这根曼殊沙华钗是一根路引，在黄泉3000里路上盛开的那片曼殊沙华中藏着一缕残魂，那是属于迷眼母亲孔雀大明王的残魂。范幽希望可以以孔雀大明王的残魂作为补偿，作为筹码，让迷眼自愿去解除婚约。这根钗子可以指引你找到你母亲的残魂，你母亲的残魂藏在黄泉路的那片花田中，去找吧，带她回家。他和迷言的婚约的确不是他自愿的，但迷言答应这段婚约也绝非是为了给他找膈应。那只颠雀雀很清楚应承下这段婚约会有的麻烦，他颠归颠，但其实挺仗义的。解除婚约挨天打雷劈这种事儿，这顶雷的事儿就是得让萧晨燕去干。我的好叉叉，你是真不会做生意。范幽绕这么大圈子，把这么大的筹码送到你手上，你就白白给了我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不想解除婚约了？我有没有告诉你，心疼男人倒霉8辈子啊？你心疼我干嘛呀？笨蛋叉叉，你这么宠我，我不解除婚约都不行了。我没心疼你啊。你就让我抱一会儿怎么了？解除婚约后，我可就没有立场光明正大抱你了。就算有婚约，你也没有立场抱我，好吧？不赶紧拿着簪子去找你老娘，在我这磨叽什么劲儿啊？找肯定是要找的，又不急在这一时半刻，先把咱俩的事儿理清楚也不迟。咱俩有什么事儿啊？婚约那事儿本就是范幽自作主张，你也甭管了，我自己会去解决。三生石在33重天，以小冤家你的实力，自是可以闯进去，但扛完劫雷之后，你还能全身而退吗？一旦天帝天后知道你和苍冥的关系，更不会让你轻易离开了。瞧不起我呀？再说了，谁说我要挨雷劈了？你想让苍冥去顶雷，的确是你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可关键吧，你确定他愿意？苍冥可不是情圣，你确定他值得你这样冒险吗？
苍明的确不值得，但我喜欢的又不是苍明。萧晨燕，他与苍明有何区别？我干嘛要向你证明这些呀？走你的，干你的事儿去。哼，终于出现了，苍明。萧晨燕无视了迷言的招呼，垂眸看着轻舞。他欺负你了？啊，开玩笑嘛，白毛鸡能欺负我？对面迷言银眸生辉，寒光凛凛，一贯慵懒散漫的笑容早就消失不见了，只有化为实质的杀意。叉叉，让开！不让。苍明太子如今也学会躲在女人身后了，羡慕吗？你是个会火上浇油的。迷言，此处是人间界，收起你的法相。今日看在小冤家的面子上，就不与你动手了。这份见面礼就送给苍明太子了，来日方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与那只白毛鸡的关系看上去倒也不差。呵呵，你那老情人还在地上喘着气儿呢，你哪儿来的底气质问我？没质疑，吃醋不行吗？嘿呦呦，那只鸟呢？怎么你们没打起来啊？金武瞬间变脸，大步跑了过去。云峥稳稳地接住他，抱着他转了一圈。哥，再转一圈，再转一圈。云峥也欢喜得闭不上嘴，兄妹俩的笑声止都止不住。云峥这一趟的心路历程堪称是9曲18弯。从得知妹妹被好友拱了以后，他窝火的想暴揍萧晨燕这个吃窝边草的，好不容易自我调节过来，内心悄然承认了好友变妹夫这事儿吧，半路上又被另一个妹夫给绑架，爱恨分明如云峥，自然震撼于自家妹妹竟脚踏2条船。他还没开始替妹妹惭愧，另一个妹夫就告诉他，好友还是神族太子的时候也有个未婚妻。你俩一个有未婚夫，一个有未婚妻，其实也挺公平的。他在天上可不止一个未婚妻，老相好一大堆呢。那是苍明，你在阴司下的仰慕者也不少。那是阿罗刹天的仰慕者，关我银青武什么事儿啊？那这位现在该如何解决？你的烂桃花你解决。苍明的烂桃花，一刀砍了便是。你怎么回事？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萧晨燕有些哑然，刚刚是他下意识的反应，他觉得妙音是个麻烦，所以想解决这个麻烦，但这不该是他毫不犹豫就想砍了对方的原因。莫要杀呀！表哥手下留妹啊！哎呀，还好赶上了。妙音妙法，你就是苍明的另一个情妹妹，天后的外甥女。是天后娘娘的外甥女没错，但可不是什么情妹妹啊，这玩笑开不得。解释一下你出现在此的原因。我和妙表表是并蒂双生莲，能感知到彼此的位置。表哥，你就放过妙表表这一次吧，她虽然缠你身子，但你生前死后她也没得手过呀。我和她的命灯都在天后娘娘那边放着的，你要是真把她嘎了，这命灯一灭，天后娘娘就知道你回来的事儿了。我今日不杀妙音，不代表我以后不会杀她。管好你姐姐，别让她出现在我，尤其是你表嫂面前。幽冥800里黄泉路啊，是金乌叔叔呀，帮帮我吧，我找不到我娘。彼岸花开千年，叶落千年，现在是叶落的时间，还没到花开时，不能提前吗？叉叉让我来帮你，传阿罗刹天之令，彼岸花开。一朵朵红花眨眼间齐齐绽放，而无数彼岸花轻摇枝头，吐露花香。那花香牵起因果丝，丝丝缕缕的勾织成了一道飘渺的魂体。大明王的残魂很弱，意识也没有苏醒，可只要有残魂在，就有一线生机。我欠范幽府君一份人情，孔雀一族有恩必还。真要你的人情，叉叉自会找你讨去。叉叉让曼殊沙华提前开花，会承担怎样的后果？哼，你倒是敏锐。花开花落有定时，叉叉让彼岸花提前开放，算是扰乱了因果。要将因果拨乱反正，势必要付出代价。他是地府之主，本就执掌因果，要付出什么代价，只有他自个儿知道。反正我大侄女儿不欠你什么了。云峥在北野城外见到了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们。那是少将军，是少将军呐！他也回来了，云峥少将军回来了。所有人齐声道：见过少将军。云峥红了眼眶，压住泪意，抱拳执礼，望着10万阴魂。吾阿罗刹天，今为诸阴魂受洗，尔等因为丈夫，护持正道，堪为鬼将军，配享阴风。北方鬼帝奉令复议，
东方鬼帝奉令复议，南方鬼帝奉令复议，中央鬼帝奉令复议，十殿阎罗奉令复议。今以河图洛书借星辰之力赠与诸位，愿诸位将军直歌护民，守我人间万民，还海晏和亲。河图洛书化为星辰散开，落在每个阴魂的身上，他们的身影在这一刻化为实质。阴魂君何在？阴魂君在此。将士们的声音响彻天地。阴魂在此，我人间万物长青。金乌叔叔是认可苍明和叉叉的婚事了吗？还需要我认可？叉叉的婚事自然是他自己做主，你和叉叉的婚约还是作罢吧。老东西他就是乱点鸳鸯谱。我不会让叉叉为难的。今日我见了苍明在人间的转世，他瞧着倒是与在天上时截然不同。若他能一直如此，倒也罢了。我对苍明有敌意不假，焚天之乱里，我娘身死，他魂魄失踪，结果转世成了人。范幽府君帮他转世，巫族借他的转世想要复苏蚩尤。我娘与这件事本不该有任何牵扯。焚天之乱里有太多谜团，其中真相我自会查清。若我娘之死真与他有关，我自是要报复回去的。这些是我与苍明的私怨，不涉及叉叉。金乌叔叔觉得我是挑唆也罢，是提醒也好，但该说的我还是得说。苍明修的是太上忘情道，苍明修的不是苍生道吗？神族太子修苍生道，肩负苍生之命，按理说的确该是如此，但也没人说不能同修太上忘情道啊。所谓太上忘情道，须得先有情，再忘情，最后无情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苍明修苍生道只是为了有情，好方便他修太上忘情道？那家伙为了自己的道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这样的苍明在转世为人后，竟然有了七情六欲，所以我对苍明永远保持着怀疑。我也奉劝金乌叔叔你们不要相信苍明。你的头发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啥事儿也没有，过2天就好了。怎么，你嫌我变丑了？为10万阴魂受封之后，金武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萧晨燕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。若我不追进来瞧，你还想瞒着我？不是最爱美的吗？到底为何会白了头？告诉我好不好？是因为那只白毛鸡？若是为了10万阴魂受封之事白了头，他不会故意避着他，肯定早来他跟前撒娇了。你都猜到了，还要我说干嘛呀？说了你又要生气。我心眼不大，你便是多看旁人一眼，我都会吃味。更何况是那个叫迷言的家伙，他占着你婚约者的身份，光是想到此事，我就嫉妒的发疯。你不是也有个表妹未婚妻吗？咱俩半斤八两。妙音之事，我由你处置，但收拾我之前，能否先告诉我你身体的状况？说好的一起面对，再无隐瞒。你要说话不算话。你正常点说话，你现在这满嘴抹蜜的样子，真的好渣哦。说不说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许吃飞醋。萧晨燕他醋坛子早就打翻了。你先找，我是情况而定，看吃多少醋合适。老东西最后给我留了件礼物，让迷言转交给我。范幽把迷言他娘的残魂藏在了彼岸花海里。彼岸花花开花落自有规律，每一朵彼岸花都有一段因果。我让彼岸花提前开放，会扰乱因果，因果不能被扰乱，须得拨乱反正，这就是我需要付出的代价。以1000年阴寿为代价，这头发只是短暂白了白，养一段时间就回来了。这是我该受的，身为幽冥之主，知法犯法，理当受此责罚。也还好，问题不大。我的力量能帮你早些恢复吗？说真话，不许瞒我。你的魂力和神力对我来说是挺补的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别客气，吃。我真不客气起来，可是能把你吸成人干的。最好说到做到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阿罗刹天，太嚣张，实在是太嚣张了吧！咬死你个嘴硬鬼！说好的让我吸你阳气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让我缓缓。不要，我还没吃饱。男人俊美无愁的面上有一瞬的尴尬，之前夸下海口，是真的险些被吸干了。差点被吸干的燕王殿下走出大殿之后就踉跄了一下，有点脚软，从里到外的都透着一股子虚。牲口，你现在还是凡人之身吧？真觉得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你现在这气血两虚的样子，活似两边腰子都被嘎了。好歹也是当过神的，你咋就这点自制力都没有呢？他想解释自己不是，毕竟他不是不想，而是虚到不能。但他又不是因为那事儿虚的呀。唉，
本来我还挺担心叉叉的，你俩既然还有劲儿胡来，想来他情况还好？也没有太好。你说什么？他情况不太好，你还硬拉着他胡来？你这小子，你真是个牲口啊！你到底会不会心疼媳妇儿啊？萧晨燕深吸一口气，放弃了解释。你拎这个盆是要去干嘛呀？烧水。连个烧水的法术都使不出来了。袁叔教训的是，受教了。好了，赶紧去吧，别让我乖侄女等急了。目送萧晨燕脚步虚浮的离开，严兰嫌弃的没眼看。须臾后，因果反噬，这回的反噬是让你变丑？你瞎呀，我哪里丑了？1000年阴寿而已。严兰脸色还是变了下，觉得自家大侄女这波帮白毛鸡那小子找娘，的确是亏大发了。不过他看他脸色红润，气血充沛那样，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些，有些纳闷儿。你这气色好的都不像个鬼了。刚刚我见萧晨燕那肾虚样，你把他采补了。他主动让我吸他魂气神力的，我家砚台可好了，你少凶他。看来我是误会那小子了。原来不是这样啊，是被大侄女给吸了阳气呀。胳膊肘往外拐的臭丫头，这就护上了。心疼男人，倒霉8辈子。你忘了啊？他主动献上魂气神力怎么了？又不是要他的命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到，你还跟他好个什么劲儿啊？你不对劲儿啊！你才不对劲儿！你个馋男人身子的小女鬼！你以前对萧砚台可是没有这么大的敌意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白毛鸡与你说什么了？苍冥修的是太上忘情道。太上忘情道不可能有情。你恩个屁呀你就只会恩呐！老子知道你嫌我唠叨，可这些话不中听你也得听。万幸你现在还没与他双修啊！我说过的，苍冥是苍冥，砚台是砚台，他俩不一样。一个魂怎么不一样啊？瞧见没？因果丝啊，砚台的因果丝一头系在他的魂魄上，很早之前他就主动把自己的命交给我了。他这小子还挺爷们儿的，得算是我白操心了。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考虑过，反正甭管是蚩尤之子还是苍冥，与我有毛关系啊？我喜欢的都只是人间这个萧晨燕，只要他是萧晨燕一日，我便信他，与他在一起，与他携手面对那些。罢了，反正只要萧晨燕那臭小子敢欺负叉叉，我拼命也要弄死这小子就对了。与严叔说完我的坏话了。轻舞也没瞒他，听着他娓娓道来，听到太上忘情时，他眸光动了动。严叔担心的没错，苍冥大概率真不是个好东西。你骂自己骂得还挺顺口的。不修己身还想修什么大道，招惹一堆烂桃花，虚伪败类。说起你过去的烂桃花，你之前是想真的宰了他呀？当时怎么回事？那时的感觉是有些奇怪，像是一种习惯。见到明言后，我好像想起了一些东西，不过那些记忆很模糊，我怀疑会否因为记忆的松动，会牵引出别的，譬如苍冥行事的一些习惯。以防万一，你再给我加一把锁如何？若有朝一日我伤你，伤势会10倍反伤于我觉得挺好。他想与他的轻舞长相守，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，哪怕这个人是他自己，他亦会灭之。你准备以后就在王府住，还是回老宅？老宅指的自然是以前的镇国侯府，后面云后行一家住了进去。云后行抄家砍头之后，那宅子又空出来了。五五在哪儿？我这当哥哥的自然也要在哪儿。你不欢迎啊？唉，可不敢啊。哎，我听说老宅赐给那云后行住过，也不知道他们住去后动过宅子没有？似乎没有大动。那狗洞也还在。你又想做什么？你忘了咱俩以前埋狗洞旁边地里的匣子了？不知道还在不在？忘了，哪儿还有什么狗洞？哎呀，我记得那匣子里埋着的都是我给我家五攒的嫁妆。当初某人自诩也是五的哥哥，也往里头添妆来着，还往里面塞了信。哎呦，也不知道那信上写的啥呀。该死的，差点忘了年少时埋在那里的罪证。那些信要是让小豆丁瞧见，我估计活不到年初啊。哎呀，这洞真小啊！当初咱俩是怎么从这儿钻进钻出的？我感觉10年前我也没这么细狗啊。赶紧挖。嘿嘿，这么紧张，里面没写什么好话是吗？啊，绝无可能。信他个鬼！都想毁灭罪证了，还绝不可能。我还不清楚萧晨燕过去最喜欢欺负我家五五了，恶劣的很。须臾后，一个大匣子刨了出来，
云峥把自己准备的礼物找出来，有上好的和田玉，还有女儿家喜欢的首饰头面，剩下的则是萧晨燕和谢叔给的。谢叔的礼物一看就知道，全是一些孤本画卷，而萧晨燕准备的嘛，云峥拿出一根成年人胳膊粗细的狼牙棒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紫檀木雕凿的搓衣板。云峥拿着这2样神器，震撼地看向萧晨燕。哎呦，阿燕，你早知今日嘛，这礼物你究竟何时买进去的？我竟不知。萧晨燕看着那2样，眼前一黑又一黑，同时他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了。这种东西是我准备的？不可能！莫要栽赃，这2样与我无关。他拒不承认，直接栽赃，定是谢叔。那咱俩现在去把阿叔找来。那里面那些金银珠宝、田契之类的，是我过去给你攒的嫁妆。你出生后的每一年就会塞点进去，里头字画孤本那些是阿叔送的，剩下的嘛，你懂的。所以这是萧晨燕以前给我添的嫁妆。那还有这个御夫手册。御夫第1条，妻为夫纲，夫若不训，愚昧可以黄金棒抽之打之。御夫第2条，妻为夫天，夫若忤逆，愚昧可令其跪于木上，静思反省。唉，他有心了，我不会辜负燕太的心意的。哥，你妹夫可真好。为兄也很感动。你收好他的心意，该用就用，不能让他白费心思了。燕王殿下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。这小册子后面提到他还给我写了信。大哥，信呢？信的事呢，我不知道，你问他吧。云峥说着出去了，给了萧晨燕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，这就走了。燕郎，要不你先动手，这会儿打了，一会儿看了信，就别再打了。你还挺机智哦。萧晨燕心知逃不过，从袖中拿出那一沓信，老实递交上去。他随手展开一封，入眼就是愚昧豆丁，而今你已5岁了。听你兄长言，你还在尿床。愚昧豆丁，你8岁生辰已过，近段时日，我观你又圆润了几分，甚好甚好。听闻你顿顿要吃3碗饭，饭量远胜你阿征兄长。你这算不算未卜先知啊？提前给自己把刑具都准备好了，一个饿虎扑食扑向他。信里写的全是我儿时的糗事。萧燕台，你真混蛋！满满的都是他的糗事，但字字句句的都是对他的关心，担心他长大之后遇人不淑会被人骗。不管是那黄金棒还是搓衣板，都是他为他准备的底气。若无神鬼之事，若她真的只是寻常女子，嫁于他人为妇之后，有这样一个靠山，有那样等同御赐的御夫之物在，夫家谁敢欺他？不生我的气？我气什么？那些刑具又不会用在我的身上，不过我还是要教训你。臭燕的，我喜欢。哟，金乌叔叔怎么来了？莫不是我的小冤家想我了？拿去，这是叉叉让我还给你的。赫然是那颗藏过云峥魂魄的冥王珠。小冤家只让你带这东西给我，没点别的交代？过些天萧晨燕那臭小子要登基成人皇了，叉叉也要参加大典，勉强也算是他俩又成了一次婚。你要是不嫌扎心，你来喝杯水酒也成。我若去，那定是要抢亲的呀，还喝什么水酒呀？呵呵，你还抢亲呢？你去凑盘菜当烧鸡还差不多。天帝出关了，那脏东西很期待与阴司成亲家呢。既然难得大方，让我在他的司库里挑选聘礼，还准备选个好日子就去阴司下聘。你爹他想屁吃呢。还有一事，天后也已苏醒，那装模作样的老白脸也醒了，这下可热闹了。金乌叔叔大可将这些转告叉叉，以他聪明伶俐的漂亮脑袋，定能早早防范。那我可走了，你还有别的交代没？有啊，我想叉叉了，他能来看看我吗？成，我替你传个信儿，来不来那就得看我家大侄女自己的意思了。那就多谢金乌叔叔了。等严兰走了之后，长长的深吸了一口气。娘，我曾答应你，凡事只讲利益，只做买卖，绝不动情。可我好像真喜欢上一个姑娘了。她那鬼啊，又漂亮又聪明，还心狠手辣。可她明明是个鬼，却比36重天上触手可及的太阳还要暖和。哎呀，我这脑子怕是治不好喽。本就有病，现在还成了个恋爱脑。不过可惜啊，她不喜欢我，我好想把她抢过来啊！哪怕用尽一切手段，哪怕她恨我厌恶我，
我都想得到的。不行，果然还是不想被叉叉讨厌。想一想就好了，反正想一想坏事，叉叉也不知道啊。娘，究竟焚天之乱发生了什么呢？你为何会出现在那里？苍冥那家伙做事向来万无一失，却在焚天之乱中自毁失败，反落入巫族手中，在人间转世，实在是不合理。那家伙惯爱以身作局，这样一个家伙竟也会懂爱。思来想去，我都觉得叉叉要完，色令智昏呐，我也不比苍冥长得差呀。叉叉真是山猪吃不来细糠。叉叉呀，你要不泯灭良心，把颠雀雀也收了吧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颠话？迷言那颠劲儿会传染还是怎么着？你去见他一趟，回来就跟着发癫了？还是说你这是同族相亲，都是当雀雀的，翅膀朝内拐？去你的吧！老子就是觉得那小子也挺造孽的。对了，他让我给你带了信儿，天帝那老小子长得不丑，想得挺美，他想给你当公公，也不看咱们地府众鬼同不同意，他想把儿子嫁给你，肯定是图咱们地府的家业。谁刚刚还怂恿我脚踏两只船的？就颠雀雀那性子，你要是把他收了，他首当其冲手刃亲爹，咱们地府可不亏。挺会打算盘吗，我的叔？你就不怕我家砚台听见？他人又不在。真是抱歉，我人在也听见了。嘿，你这小子怎还偷听人说悄悄话呢？严叔声音不小，且我比你先到，可算不得偷听。你早不提醒。我以为你知道他在啊。萧晨燕这臭小子肯定是故意的，刚刚他是真的没有察觉到这小子的气息。不知直绪哪里做得不好，竟让严叔生出了要再找一个鸟婿的想法。好，你好得很。现在你名义上的爹要破坏你的婚事，你那亲娘醒了定也是要作妖的，你怎么个章程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造反也未尝不可。造谁的反？你那个假老子的，还是你亲娘的？两者有何区别？与如今的我而言，他们皆是陌路人。天帝天后都不是吃素的，且如今人族实力不济，与神族开战纯粹是送菜。不管是天帝还是天后，只要他们还惦记着屁股下的位置，就不会贸然在此刻撕破脸的。三界秩序乱了，对谁都没好处，这是前提。只有巫族那般乱入的才会不讲规矩，无所谓秩序乱不乱，现在乱入者都被关在风举玉门内了，剩下的都是在规则之内的。唉，严叔真是不懂事儿。所以你要去见那只白毛鸡吗？唉，你打破砂锅问到底要干嘛呀？我尴尬，你扎心。哦，也就是说要去了。他凉凉地笑了声，不说话了。砚台，萧晨燕，小砚台，砚台哥哥。刚刚叫的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也忘了。再叫一遍，随你去见。砚台哥哥。萧晨燕后悔了，他更不想让他去见那白毛鸡了，想把他锁起来。何时去？空了再去呗，又不急在这一时。说起来，你当真不在乎你那亲娘？提起她，没一点感觉。在我心中，父母只有那两位。萧晨燕口中的父母，指的自然是先太子和先太子妃了。但这两位的魂魄也和亲武父母一样，都不知所踪。你登基那日，怕是热闹不会少了。想来是会有所行动的。无所谓了，兵来将挡便是。教训恶婆婆，毒打恶公公这种事儿，我喜欢得很。36重天，煌煌神功巍峨，高居三界之巅，清气缭绕，宝光庄严。拜见天后娘娘。起来吧。他说着看向另一边的妙法。你见过苍冥了？天后娘娘，你早就知道吗？我无需知道。苍冥既不愿让我知晓他神魂回归的事，我这做母亲的也不想叫他为难。他在人间自有原因，我只需成全便是。你过去一直在他手下做事，知晓他脾性喜好，如今他在人间，身边也没个得力的，你便去他身边帮他吧。等妙法走后，天后这才看向妙音。妙音，苍冥在人间已有缘法，你与他终是欠缺了些缘分。姑母此话何意？表哥他在人间动了情，他转世为人，自然有了人的七情六欲，有何奇怪？怎不奇怪？那可是苍冥，36重天上无数神女，都无法让他的目光停滞片刻。那凡尘俗女有何了不起的？
竟能让表哥生出情丝。不过与苍冥产生情缘之人，也着实令我意外。说是人，却也不对。不是人，总不会是什么精怪小妖吧？是地府之主阿罗刹天。小婿在此拜见北方老爹。迷言神君这话说早了点啊。哎，早就早嘛。横竖咱们迟早都是一家人。想屁吃，一个个的都惦记我姐姐。哟，这不是小六子吗？还是这般欠揍，甚好甚好。眼看气氛僵持不下，卯日星君赶紧出来打圆场。不知刹刹陛下何在？他与我宗迷言殿下已在三生石上许下终生，此乃天作之合呀！天帝陛下甚为开怀，亲自挑选了聘礼。是吗？哪些聘礼？拿来瞧瞧。你们当鬼的是真的半点规矩不讲了？新娘子面都不露一下，伸手就先要聘礼是吧？一匣子一匣子宝箱打开，聘礼里装的都是些天材地宝以及灵宝法器。就这些便宜货，神族给这么点东西，就想娶我姐姐？就是，天帝陛下分明应允了我要抬至百匣珍宝，还要将日月山海灯也当作聘礼送来。本君怎么没见着啊？日月山海灯，那等能改天换日的神器，点孔雀你也是真敢要啊！不是，你到底是神族还是鬼族啊？你这是娶媳妇儿还是入赘呀？有这么掏自家私库的吗？北方鬼帝见谅，本神麾下将领办事不力，未能将聘礼之数核实清楚，怠慢了阿罗刹天陛下。天帝老头倒是给面子，一个下聘而已，居然请动战神来我地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我地府打擂台，而非下聘呢。金武脸上戏谑的笑容荡然无存，视线就定格在了琼浩身后的那人身上，下一刻直接出现在了凌霜神将的面前。你是谁？刹刹陛下此举何意？回答我之前的问题，你是谁？五鹰神殿凌霜。金武有一刹的恍惚，眼前这位五鹰神殿的凌霜神将，赫然与他母亲郑国侯夫人穆傲雪生的一模一样。你可曾去过人间？我从未去过凡尘。五鹰神殿中女神将本就不多，观你修行，距离成为上神也不远了。按说不该籍籍无名，但我过去却从未听闻过。36重天上上神繁多，刹刹陛下地位尊贵，没听说过我等位卑下神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刹刹陛下，你抓走我神族凌霜神将，究竟要做什么？没什么意思，我见这位凌霜神将面善，欲留他在我阴司做客。恐怕不行。他督办聘礼之事失责，令刹刹陛下与几位鬼帝不满，要带他回36重天领罚。你要回天上去吗？你若是留下，我阴司亦有万万数鬼兵鬼将，我照样能给你鬼统帅之位。多谢刹刹陛下抬爱，但我乃神族，不会背叛36重天，转投鬼族麾下的。刹刹陛下当众挖人，可真是不讲究啊！我若不挖一挖，岂不枉费你家天帝的一片苦心？说来还真是有趣的很呢。之前本座曾在人间历劫了一回，我那凡人母亲竟是与凌霜神将长得一模一样。巧合吧？是啊，可真巧呢。36重天上有一位神将与凡人生的一模一样，该不会过2天你们天上又冒出一位与我那凡人父亲也长得一模一样的神族吧？天帝原是那么早就想与我幽冥结成一家亲呢，早说嘛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本座又不介意收他当干儿子。刹刹陛下，天帝陛下有心与地府结成连理，断不会做此等事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我那渣爹可不是个讲究神，他要是要点脸，当初就不会易容改面，蓄意接近欺骗我母亲了，哪还能有我这等逆子出生啊？你说是吧，琼浩上神？天帝这般信任琼浩上神，你可曾告诉过你，当年他是易容伪装成谁接近我母亲的？琼浩皱眉，这种事儿天帝岂会告诉他？但迷言这么问，总给他一种不妙的预感。琼浩不想知道答案，故而避开了迷言的问题。今日之事，我会如实禀报天帝，定会给刹刹陛下一个交代。哎呀，本来是想提醒你提防我那渣爹来着，现在看来倒是不用了。他的手段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花样百出，一如既往的厚颜无耻。天帝既出手了，天后想来也不会甘于寂寞。这对贼公贼婆想来都知道了苍冥已转世成了萧晨燕，说来也真是稀奇，
以天后的性子，知晓苍明与你生了情，应该更坐不住才对。结果却是我那渣爹先按捺不住出手。那老贼婆倒是没什么反应，没什么反应，不也是反应？万一他偏要和天帝唱反调，乐见其成，我与萧晨燕在一起呢？那就更有意思了。那老贼婆有多瞧不起鬼族，你可比我更清楚。是啊，那就看看这两口子的反应好了。天后若是毫无反应，岂不是放任你克制蚩尤，苍明吞噬蚩尤的力量？这叫什么？杀父取子？横看竖看，蚩尤都像是被天后用完就丢的。小冤家，你说会不会从始至终这场局就是你那野男人设下的呢？这当亲娘的不会不帮着自己亲儿子，那太上忘情道可是要忘情的，你可要小心了，小心阴沟里翻船，被人杀妻正道。不愧是你这颠脑子能想出来的招啊！你就偏心你那野男人吧，杀妻正道之事又不是没发生过。萧晨燕或许是我的劫，可那又如何呢？来便是了。我会是萧晨燕之妻，会是人间帝后，会是地府之主，无心不改，何惧旁人？迷言，你也该跳出你为自身所化的灵语了。孔雀大明王，可吞天，可食地。旁人若叫你觉得恶心，你就该扒了那让你恶心之辈的皮，而不是自残自伤，焚了自己的羽。你的羽毛那般好看，该更加珍惜，不是吗？迷言立在原地，久久不语。似连轻舞何时离开的他都没有察觉。半晌后哎，听见了吗？小冤家他夸我羽毛好看了。感情叉叉陛下和你说了一大堆，您就只听见了这一句。哎呀，果然呐，美貌才是永恒的必杀技。本君突然觉得挖墙脚还是有希望的。叉叉不是说了吗？他无所谓旁人的算计觊觎，那四舍五入，他是不是就同意我觊觎他了？可叉叉陛下也说了，谁恶心扒了谁的皮。您猜他的这句劝告，有朝一日会不会也适用在您身上？大哥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你先说个好消息，给我压压惊吧。我今儿见着咱老娘了。真的是阿娘吗？那坏消息呢？他现在是神族的武英殿神将，且毫无转世下凡的记忆。在他身上我没有感觉到有尘缘和因果，但这也不奇怪。神族如果下凡历劫回归天上的话，都要斩尘缘忘前尘，就和阴司下头入轮回前要喝孟婆汤是一个道理的。如果他不是被天帝派来的，或许我还要怀疑一下是否真是巧合了，但现在嘛，我有90%把握。还有一点，天帝既在此刻将他推出来，自然还会有后招，譬如把人送回来。他今儿就是用凌霜神将来试探我的态度的。如今他知晓我看重俗世这段亲情，自然会加重筹码。这么好用的一枚棋，不拿出深入敌营，岂不是浪费了？光是送回来还不够，最好得让阿娘记起一点人间的事儿，让这段因果重新续上。否则他怎么高坐云端指点江山呢？不止阿娘，没准过几天咱们的笨蛋爹和祖父也能冒出来呢。一大堆亲缘羁绊来给我吹耳旁风，让我赶紧把臭砚台给踹了，这样他才能如意啊！再不然岳父岳母活死女婿这种戏码也很好看嘛。反正砚台不人不神不巫的，肯定比当苍明那会儿好搞死啊！我谢谢你啊，这媳妇儿是自己的，自己可真有福气呀！就是他开枪扫射敌人的时候能精准点儿，别带上他就好了。如果天帝不把穆伯母送来呢？那更简单了呀！你们想想，天帝老儿在乎啥？天帝实则也与凡俗的一些烂人无甚差别，既不念情，那便念权了。他所想要的权，便只有3界之主。小五的意思可是断他道统。紫渊懂我呀，紫渊只当大理寺少卿，屈才了。谢叔现在对鬼神之事了解的也是越发多了，主要是每天夜里都有老鬼入梦，一开始还只是邀请他死后去某某店任职，这些天不要脸的老鬼居然越来越多，甚至还有提前找他干活的，美其名曰早干早熟，死后上手更快。萧晨燕陷入到了梦中，她在梦里看到了自己，或者说是苍明。她揉了揉眉心，不知自己怎么睡过去的。之前好像做了一个梦，可梦里有什么我竟又记不清了。你刚刚怎么回事？咱俩的因果丝动了？倒是有个异常之处，我似乎做梦了，但醒来后就忘，且应该这并非第一次。上一次是何时？为什么不说？
是我大意了。你那么老奸巨猾的，会大意，这事儿本来就不正常。程砚台，你放松点啊，我要进去了。萧晨燕总感觉这话听上去有哪里怪怪的，他自是明白青武要进入他神魂内一探究竟的。对于他，萧晨燕从不设防。闭上眼，他任由青武为所欲为。青武的魂力钻入到他的体内，渗入萧晨燕的神魂深处。青武的魂力寻遍萧晨燕神魂的每一个角落，试图找出端倪，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就好像真的是他和萧晨燕惊弓之鸟了般。怪了，我也没有找到，难道是我还不深入？要不咱俩今晚躺床上试试？今晚你睡着之后，我试试入梦，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。我怀疑你就是馋我。我馋你还需要借口？我是那种遮遮掩掩的鬼吗？成，你不是。赶紧的，上炕，闭眼睡觉，我守着你睡。你确定这样我睡得着？瞎想什么呢？把你6根给我放清静点儿，咱们要干正事。萧晨燕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。须臾后，萧晨燕，你睡了吗？没有。半个时辰后，萧晨燕，你睡着了没？没。1个时辰后，青武腿都坐麻了，脸色不愉。你睡着了没？你觉得呢？你坐我身上，时不时挠挠蹭蹭，磨皮擦痒似的不安分，还怪我6根不净。这种情况下，我还能6根清净，坐怀不乱，我就不是男人。青武看完所有碎梦，依旧没能找到萧晨燕今夜的梦，但心里又被塞得满满的。萧晨燕他的每一场梦都与他有关。青武带着一种满足又遗憾的心情，从萧晨燕的梦里脱离出来。而在青武刚一离开之后，阿罗刹天，熟悉的脸，熟悉的声音，却是陌生的语调。苍冥太子，尾巴可算是露出来了。要谈谈吗？你我之间目前应该还没到生死相见的地步。你要说什么快点说，说不通咱们趁早打一架。反正你是干不掉我的，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，不要和我家砚台抢身体。我也不想把他的肉身给打残了。可你下手也不会留情。你还挺懂我。另一个我的脑子里全是你。直接说吧，别废话了。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，你耐下性子一些，别太急。老娘本来是不急的，但是看到你这死样子，我是真的有点急了。我的身世你已知晓，而一切都要从焚天之乱说起。苍生之火可焚尽蚩尤意识，但我大道有缺，苍生道并未圆满，无法点燃苍生之火，所以当初的我寻了一位外援。迷言他娘。上任孔雀大明王掌握南离神火，他的相助可助我除去蚩尤意识，只是中间出了意外。36重天的结界被打开，域外邪魔突袭，孔雀大明王的南离神火突然失控，从而导致我刚刚点燃苍生之火也失去控制。当时我引动苍生之火灭了闯入的域外邪魔们，之后却无法再掌握此火，这才引发了焚天之乱。青武沉吟，若苍冥所言非虚，那当年的焚天之乱，他和迷言之母都是遭了算计。不管是迷言他娘突然失控，还是域外邪魔的入侵，都像是一场刻意为之的局，且幕后真凶不难猜，横竖不过是天地天后其中之一，又或者都不干净。你什么都算好了，可焚天之乱还是发生了。你既连焚天之乱有可能失败都算到，还做了布置，那之后的种种呢？转世成为萧晨燕，与我的相逢相识也都是算计。为了成就你的道，剩下的太上忘情道，你准备怎么度？杀了我吗？可惜啊，你现在完全杀不了我，怎么办呢？杀妻正道非我之道，我不会杀你。你不杀我，那你赖我家砚台身上干嘛？还是说你准备束手就擒，让我家砚台把你的意识给吞了？你说错了，我是萧晨燕，萧晨燕亦是苍冥。少来吧，你和他可不一样，你才没有我家砚台可爱。萧晨燕也是我，夸萧晨燕也是夸我，会变得一样的。待我爱上你之后，我与他将彻底归一。这男人在说什么东西？你想屁吃！谁要你爱了？你敢爱我，我弄死你！你不会。你试试看，你会不会试试？只要我不动杀妻正道的念头，你就不会杀我。在与神族交锋之事上，我应该比另一个我更能帮得上你。天地与你不睦倒是正常，不过你那亲娘与你难道不是一伙儿的？我与她早已无关。她将你运生而出，血脉约束，不是你说无关就能无关的。
你是相信我的，对吗？我相信我家砚台，但你嘛，我永保怀疑。我还能再行2日，2日时间可以让我爱上你吗？你想知道怎么爱上我是吧？那本座就尽一尽地主之谊，先教你第1招。认识这是什么吧？苍明看着那搓衣板，半晌不语。这可是我家砚台，另一个你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爱之法器。你不是想学怎么爱我吗？跪上24个时辰，我保准你爱我爱到欲罢不能。你在骗我？怎么这就觉得困难了？高高在上的神族太子折不下腰，还想学怎么爱人？要是我家砚台的话，我一个眼神他2话不说就跪了。就这点觉悟，还想说爱我？笑话！死鬼，你男人疯了！什么我男人？你少污我清白！都一样。我刚去偷偷观察那位爷，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他跪在搓衣板上打坐。神族都是这样修炼的吗？我瞧那搓衣板啊，还怪眼熟的。那男人居然真跪了搓衣板，不是？他是苍明啊！青武可不会认为对方是真的为了爱折腰的。苍明想要爱上他，可这个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单纯。他爱他是为了能与砚台合一，从而忘记他。笑死！带着这种目的的爱还是爱吗？哎呀，早知道就不让他跪搓衣板了，该让他下油锅试试的。劝你善良，好歹那也是你真男人的身子，你也不怕给造出个好歹。眼下这情况，你是真不慌啊？你就不怕砚台醒不过来？明儿他就会醒。说话间，一道身影出现，正是苍明。跪了一夜，领悟到什么没有？略有感悟。今日我想再换一种。想换哪种？我记得还有一物，这个我想试试，可以吗？你的道心真稳固啊！你想试试，那就试试吧。你自己来还是怎么着？我想你来。需要我先犯错，你再动手吗？这样好像更合理些。不用，我动手即合理。如此甚妙。金武手持狼牙棒，掂了掂，又摸了摸，是真扎手啊！他看着对面的男人，见他焚了一炉香，但一言难尽。你挨揍还要讲个仪式感呢？此香可静心。你的心还不静，瞧着像是被斩断孽根了一样。见你时便不得安静，见他时这颗心就不受控制，翻腾汹涌。可那种感情与感觉又隔着一道雾，一层纱，明明是自他胸腔内翻涌而出的，又不属于他。苍明知晓，那是另一个自己对他的情愫。苍明看了他一会儿，撩袍跪坐于搓衣板上。我来了啊，吃我一棒！黄金棒就要袭来之际，他感觉到了什么？稍等。哼，等个屁！不是想挨揍吗？爽不爽？到底是头铁，一棒子下去敲不死。渐渐的，青武品出了点不对劲儿。男人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咬牙切齿。云青武，你好得很啊！靠，狗东西苍明，他耍诈！萧晨燕，你现在变回来干嘛？苍明那个狗东西定是故意这时候与你交换的，他这是离间咱们的感情。萧晨燕醒来的瞬间就被亲媳妇儿当头一棒，这会儿脑瓜子还嗡嗡的呢。事实上，刚刚苍明是要提醒青武，他要睡过去，萧晨燕要醒过来了，但架不住某女鬼兴奋啊，结果误伤亲夫。你干嘛？你别装死啊！那一棒子可打不死你，我压根儿就没用鬼力，你少装脆皮。见我吃瘪，你就这么开心？坏心眼！我哪里开心了？我可心疼了。我看你是脸笑疼了。你与他现在记忆完全融合了？8成吧，那家伙还是隐瞒了一些事。他醒来之后，你是睡着的吗？我感觉你好像知道外面的事儿呢。的确是有感知的，就像是醒着做梦。那厮是真的有病，为了所谓的大道，什么都想试试。真想撬开你脑瓜子，看看那家伙的记忆，他为了修道到底还干过什么？萧晨燕沉默了，不太想说，甚至不太想拥有那部分记忆。青武好奇心完全被勾起来了。萧晨燕，臭砚台，你说不说？我说了，你不许笑。萧晨燕面露难以启齿之色，贴在他耳边小声耳语。汤明那个疯子为了修太上忘情道，他真的什么事儿都敢干。为了断狱，他甚至想过要断去孽根。青武倒吸一口凉气，猛地低头看向腰腹下的某处。他是个狠人，那厮下回什么时候醒啊？我想当面问问他。真他娘的是个鬼才，哦不，神才。你说万一啊，
万一他真的和你皈依了，到时候要忘情，他该不会挥刀自宫吧？砚台，我觉得世人都误会了苍明啊，什么杀妻正道，这不扯呢吗？他压根儿就不是我的危险嘛，他是你最大的危险啊！苍明他真的有大病，有大病，这狗东西有孽根，他是真的敢断的。唉，下次他要是再出现，我会好好劝劝他的。砚台，我觉得咱们得转变策略，要不还是怀柔政策吧。他现在不是掐着你的命，是掐着你的命门啊，这比杀了你还可怕。你说万一他醒过来之后直接挥刀一个咔嚓，好险好险，幸好他这次醒来没有这么干。如果他下一次再出现，你勉为其难替我盯着点吧。说真的，他能阻止苍明伤亲武，但他阻止不了那狗东西自残。别怕，以后你再犯迷糊，我会打醒你的。我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那个，我还是想笑一会儿。所以你还是幸灾乐祸是吧？那个说正事儿，说正事。那狗东西隐藏的那部分记忆是什么？你有眉目没有？似乎和天后有关。他在焚天之乱时做了一件事，斩断了自身和天后间的亲缘。具体是做什么，我看不到那段记忆。不过阿笨好像知道。阿笨是影猫，过去苍明是这么叫他的。可影猫脑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不记得呀。不知是否因为斩断亲缘的缘故，苍明对天后的记忆很少，也很浅淡。我所能看到记起的也只是很少一部分。但有件事能确定，天后从一开始就知晓蚩尤的残魂藏于混沌之气中。天后是故意与蚩尤媾和，生下了苍明。只是天后生下苍明做这一切的目的尚不清楚。至于天帝那边，目的倒是明明白白的。萧晨燕吐出4个字：天道之正。姐姐，你放过他哥哥吧，他再被鬼叔叔鬼爷爷们缠下去，真的要死了。又是哪个找死鬼去找他了？是六爷，他昨夜缠了哥哥一宿，二爷昨夜也跑来入梦了，他俩还在哥哥的梦里打了一架。